大烟上京城，长街两侧人满为患，一张张面孔洋溢着喜气。年轻的镇国将军顾景南用时数年拿下西岐，由今日班师回朝。将军府张灯结彩，沈明从天未亮时就在厨房里忙活，凡事都要亲力亲为。时隔3年，再见胜仗归来的丈夫，她得亲手做满了山珍海味，只因着当年顾景南说过最喜欢她做的饭菜。夫人，将军到城门口了，好些个王爷和官员都去迎接了。我们将军好生威风的，将军回朝复命后就会来府了。快去打扮打扮，这么久没见，哪能一身的烟火味呢？不急。右手掌骨传来了一阵痛感，是旧伤又复发了吗？要是当年没替将军挡下那一刀，现在还能舞刀弄枪，说不定也能去征战沙场呢。当年沈老将军可说过，整个上京城的男儿在你面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儿沈宁该是9天的风，沙场的鹰，在血雨腥风里，在保家卫国中，唯独不该在男人的背后做失去羽翼的金丝雀。沈宁沐浴完回到房中，坐在铜镜前描眉梳妆。肯定是将军回来了，我先去看看。没一会儿再回来时，上扬的嘴角垮了下去。见沈宁准备出去，夫人，要不先别去了吧？我想起来了，你早饭还没吃，我们先去吃早饭好吗？开门。别去了，将军他带了个女子回来，看起来约莫15、16岁，还一直和将军牵着手。或许是有什么误会。将军当年为了求娶您，按照沈老将军的话，还去承受了好些军棍，回来的时候整个背部都血淋淋的。回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您，那女子说不定是将军失散多年的妹妹呢。母亲，这是莲枝，蓝莲枝，是大齐的9公主。别看她是女儿家，一手红缨枪，连我部下的将士都怕得很。而且儿子已与莲枝有夫妻之实，想要莲枝过门，日后便多一个人伺候你。莲枝，过来。莲枝见过母亲。啊，莲枝是吧？确实可人。来，这是顾家祖传的镯子，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意义不凡。谢谢母亲。嘎吱一声，屋门打开。宁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顾将军。都愣着做什么呀？还不去厨房把饭菜端上来？锦南，锦儿从3更天忙到现在，做的菜呀都是你爱吃的，你可得一粒不剩的全部吃下去，否则对不起宁儿的辛苦。辛苦了。府上的婢子已经够多了，并不缺人。前2日齐国公的千金与我念叨了一句，说他府上缺精明能干的丫头，不如就送去齐国公府吧。宁儿，你误会了，莲枝她不是捡来的婢子。那是什么？是啊，宁儿，莲枝是来跟你作伴的。这么大的府邸，你一个人忙前忙后的，总是会累。以后啊，有莲枝陪你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作伴？会做饭吗？大齐虽然战败，但我是大齐的公主，洗衣做饭由婢子们去做。大齐之所以能够依附严敬，莲枝功不可没，是他劝说的，并且愿意自降身价来我府上，既算是联姻，也算是大齐的低头。宁儿，这事关2国交好，不容儿戏。大齐的公主不用洗衣做饭，我家小姐将门之女，就活该在你府上洗衣做饭了吗？
主子说话哪有奴婢插嘴的地方？这样以下犯上，实在是不合规矩，传了出去，日后郑国将军府还怎么在燕京立足啊？还不带下去，杖责30，让他长长教训。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谁敢？啊，莲枝的这把红缨枪名头很高，是江湖上有名的铸造师叶大师，耗时7749天打造的。枪柄还有一代宗师题的字，字是巾帼不让须眉。确实不让须眉。父皇说过，我的手是用来握枪的，不是菜刀。我的红缨枪法在大齐同辈的男子中也能进入前10。宁儿啊，我们虽是妇人，但不能总是妇人之见，要为国家着想，从大局出发。莲枝不是寻常的女儿，她是公主，不能以妾室入府。以我之见呐，最好是平妻。景南，你怎么说呀？儿子以母亲的安排为先。我不是居于名分的人，心胸若宽广，即便为妾，我的天地也绝不在这一隅之地。只要能和景南长相厮守，怎么样我都愿意。我初见你时，你在猎场杀狼，凡事都直言不讳。难道出去了3年就学会了兜兜转转？但凡你说句心里话，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都当你顾大将军是个男人，也不悔我过去的决定。阿宁，我想娶她。这就是我认识的顾景南，我沈宁亲自选的男人。阿宁，我想进顾府与我平起平坐，可以用你的枪打赢了我就行。何须多此一举？沈宁姐姐，我叫你一声姐姐，是敬重你，也敬重景南哥和顾家。我不愿惹是生非，我也知道你心头不快，所以只要你摇头，我可以做妾，哪怕连妾的名分都没有。但你要想清楚了，我的红缨枪要么不出，要么饮血方归。你若扛上一枪，恐怕得躺个10天半个月的。你们是怕了吗？怕？哼，沈宁，这是你自讨的。既然如此，我便让你开开眼界，何为大齐皇室的红缨枪，也算是让你一饱眼福。大齐红缨枪不过如此。他一跃而起，一记鞭腿砸向了蓝莲枝的侧脑，把蓝莲枝踢飞出去的刹那，右手接过了来的红缨枪。你不行。莲枝，沈宁，你怎能这般残忍恶毒？你变了，变得让我不认识了。我若想杀他，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顾将军既知我手有旧伤古籍，也知他枪出饮血才归，可曾想过我会死在他的红缨枪下？我在这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你去死？所以，你只是想看他赢我，心安理得地进入顾家。你不就是不想让我娶她？沈宁，为娘知道你对这个家的贡献，也知道你对景南的感情，但是男子汉大丈夫，谁没有个3妻4妾？而且你能与公主之尊平起平坐，也彰显你的身份，不是？不需要，我不会再阻拦你，你可以随时进府，妻也好，妾也罢，随着你们的便。至于这一桌的饭菜是我沈宁的心血，你们想吃另请高厨。采莲，我们走吧。哎，作为女人，闹点情绪很正常，你也别太纵容她了。她什么去处都没有，以前为了嫁你，连娘家都不要。等她自己想明白了，就能跟你们其乐融融的在一起了。还不快去找医师来！本将军要最好的医师，要是给公主留疤了，拿你们试问。小姐，别吓我，奴婢这就去请医师。不用了，去取白纸到我的房中。小姐要纸做什么？消腹。小姐，真的要这么做吗？怕了吗？不，采莲不怕。采莲是被小姐捡回来的，生是小姐的人，死是小姐的鬼。就算是街头乞讨，采莲也甘之如饴。好，
这才是我沈宁的人，送去吧。王爷，你要急死我了！不是约好跟皇上下棋了吗？这时辰都快到了。王爷1个月内已经迟到了3回，今儿镇国将军凯旋，皇上高兴呢，再扫兴可就不好了。破云出，百枪废。这上京啊，又有热闹了。沈家小姐当真瞎了眼，当初的婚事闹得惊天动地，朝野震荡，而今听说那镇国将军把大齐的公主带回来，还美其名曰是为了结束2国的生灵涂炭而联姻，苟且就苟且，非得安个好名头。只以为文人会做这种吊荡的事，没想到武将也会。你看起来很闲。沈宁，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沈宁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顾家待你不薄，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背信弃义、不守妇道的事情来？纵观历朝历代，周边各国哪个女子因为丈夫娶妻纳妾就去休夫的？而且景南才刚刚回朝，明日就要去金銮大殿接受吾皇的赏赐，你这么做让景南情何以堪，让吾皇情何以堪？我沈宁做事问心无愧，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九霄诸神也好，地府百鬼也罢，我都是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数年前我既能违背父训，与沈家断绝关系，和你顾景南结为夫妻，如今夫妻不和，你顾景南我敢嫁也敢休。好，说得好。末将顾景南见过北元王与九皇子，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末将该死。的确该死，还请北元王责罚。哼，本王说的是昨日在望月楼没有眼力劲儿的一条狗。顾将军这么紧张做什么？难道那狗是顾将军府上的？顾将军，是我听闻家风喜讯，缠着皇叔过来恭喜你的。见府上的人都来了这边，便拉着皇叔一同过来，不巧撞见了将军与夫人的纷争。夫人二字，沈宁担当不起。郑国夫人另有其人，沈宁也自有去处。往后的生死富贵，皆与郑国将军无关。沈宁，王爷和皇子面前，不得放肆无礼，还不给二位赔礼道歉？数年时间，终是错付。还好，为时不晚。诸位官人也是来祝贺景南的吗？顾将军凯旋是大燕的功臣，我等祝贺将军前程似锦，平步青云路。我等这次来还有一件事，郑国夫人沈宁的休夫确信，官媒收到了。大燕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又事关郑国将军，不得不慎重处置。经过商榷后，一致认为用休夫来解除婚约关系也是可以。只不过郑国将军立下赫赫功劳，郑国夫人想要休夫，得在长街众人的见证下接受探刑。就这么办。阿宁，非要如此。你若想离开顾家，大可以给你休书，大可以和离。你这么做有考虑过我吗？为什么要考虑你？顾将军，我生来就不欠的你，你想休我，你觉得就算我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勇气休我吗？沈宁，你真自私！你未出阁时在家不孝，吾皇赐你流光玉坠，盼你用破云枪大放光彩，你却藏枪3年，视为不忠，对大齐派来的和亲公主动手，视为不仁，开燕朝先例，休夫视为不义。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女人，景南愿意收留你，是你的福气，你却毫无分寸，为了报复景南，你连探刑都敢闯。哼，我当初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毒女子。母亲，随他去吧。哼，探刑5步流火，连我部下的士兵都闻之色变。那沈宁真当自己是个男人了。男子休妻，一封休书即可；女子休夫，就得5步流火。
哪有这样的道理？去告诉你家大人，这件事本皇子做主了。九皇子的好意，沈宁心领了。镇国将军顾景南是我朝功臣，五不留火之探刑，沈宁甘愿受之。早去早回，诸位也能早点交差，请吧。哼，阿宁，这是你自找的。只要出了这个门，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会再有回头路了。你我夫妻一场，你是我的原配夫人，我也不愿看你落得个流离失所的下场。沈宁只留给他一个背影，连半步的停顿和犹豫都没有。抱歉，让二位见笑了。末将还有家事需要处理，暂时不能招待二位，他日必会登门拜访，还请二位海涵。滚吧！修夫之事，实属罕见，也不知道沈宁能不能熬过去。皇叔，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没兴趣。奴婢采莲，愿替我家主子沈宁承受探刑，可加倍承受。5步不行，那就10步、100步、1000、10000步。婢子不得胡闹，若不愿受刑，就回府上去，何必占用顾官府资源，又玷污镇国将军的名誉？愿，怎么不愿？那就请吧。5步留火，得全部走完。镇国夫人要是怕了，就早点说，毕竟这夫人家害怕反悔，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沈宁神色泰然，且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第2步，又闻白烟起，半烧着的炭，闪耀着耀火的光，还挂着沈宁足底流下来的鲜血。他的脸色很白，眼神却很是坚决。这种眼神，顾景南看到过，那是沈宁力排众议，只带着一个婢女，一柄破云，孤独地走向他时的眼神。阿宁，走。景南，你要全城的人都看不起你顾景南吗？他性子傲气，也该挫一挫他的锐了。没有你，他在上京还不如普通民妇，倒是你想怎么拿捏他，还不是你的事儿。这人呐，就跟养狗一样，那种喂不熟的白眼狼，让他去街头流浪几日，吃惯了人间疾苦，再回来拴着呀，就会乖乖听话了。他做这一切，只是想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而已。同为女人，娘还能不了解他那点破心子吗？沈宁拧着眉，忍下气血苦痛，走过火炭，双足是黏腻的血。诸位，还请赶紧散了去吧，稍后还有事务要处理。我给主子上好了药，我们主仆2人自会离去，你们又何必咄咄逼人，急在这一时。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我们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过海角天涯，不分开，不的爱，眼泪就会厮杀。关梅陆家州见过沈老将军，不知沈老将军为何事而来？当父亲的不过来接女儿沈宁回家，难道接你陆家州回家呀？你可是有意见？下官不敢。你当然不敢。哼！小姐，是老将军，还有小少爷他们。过来。不孝女沈宁，见过父亲母亲。回家。好，回家。姐姐不哭，谁欺负了宁姐姐？等青山长大了，一拳一个打死，全部都打死。几年不见，怎堪受了这许多？回去好好吃肉，1顿10斤，我看着你吃。小婿顾景南，见过岳丈大人。沈国山拔出了烈火刀，直接放在了顾景南的脖颈之上。沈家烈火刀，那可是开国皇帝燕太祖所赐，祖传的宝刀，比那尚方宝剑还有用。哎呦，沈老将军，这是做什么呀？我儿是功臣，是英雄啊！沈老将军要斩当朝英雄吗？啊！
有何不可呀？顾景南，听好了，日后见我沈家绕道而行，否则刀剑无眼。我沈家儿郎年轻气盛，不小心弄死了顾将军，岂不是要令堂白发人送黑发人，让这上京又多一件举国闻名的丧事？沈老将军教训的是，晚辈铭记于心，莫不敢忘。最后收刀入鞘，回身径直上了马车。顾将军，来日方长，福祸荣华不急于一时，我们且走着瞧。五哥，是我不懂事了，抱歉。还知道不懂事啊？你要懂事，又何必抱歉？兄妹之间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沈宁，沈家，沈国山，欺人太甚。事情我都听说了，吓死我了。沈府家大势大，我在大齐就有所听说，我真怕你出什么事。傻瓜，不怕。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景南，对不起，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跟你无关，是沈宁的个性太要强，也怪我与他有缘无分。给他点时间，他或许就能想通了。到时候你们还是能姐妹相伴。在平北破吴王谷的时候，我就牵着你的手对月说过，执子之手。鱼子歇了。姐姐伤得好重啊，等青山长大了就能够保护姐姐了。那姐姐等你长大，我这就去给姐姐拿药。府上的药各关了，谁也不许给沈宁带药。姐姐那么重的伤，不用药怎么能好啊？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啊！爹爹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这个家你是爹还是我是爹呀？还不滚去练习5课，少1课就不用吃饭了。不吃就不吃，沈家的大米狗都不吃。痛才好，痛才长记性。是。沈国山看他毫无锋芒的样子，实在是觉得心烦，就甩门出去喝酒了。父亲还是像以前那样，明明都是这么大的人了，却总是做出幼稚的事情来。这么重的伤，要是没有药怎么能好？老将军怎么这么狠心？不哭，会有药的。不多时，母亲郑蔷薇带着贴身仆人过来了，身后的仆人则是抱着沈宁的破云枪。这破云枪啊，是顾家送来的，是你最趁手的兵器，就算你不再用了，也得好好的守着。还有你爹，烦得要命，一直嚷嚷着不允许任何人给你送药，又故意把皇上赏赐的西域进贡来的固元膏落在我面前了。父亲还是老样子。那你呢？还是老样子吗？唉，以前的你啊，桀骜不驯如同大雁，上京的男儿都怕你，还总是爱捅娄子，回回都要你父亲去给你收拾烂摊子。你爹嘴上说着你闯祸，但只要不是事关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跟在你身后陪着你去闹。而你现在心事重重的，也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了。阿宁啊，不管你是什么性子，都是我的女儿，但我希望你能够由衷的开心快乐，不要去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去走那5步流火，不就是不想让人低看了沈家？你作为沈家的女儿，若是被人休弃，和离出府，那些个佣人都会在背地里说沈家的坏话，你只有承受了探刑，他们嘲讽的对象才会是顾景南。阿宁啊，你从来没有不懂事，正因为你太懂事了，什么都知道，你父亲才会心中难受。在父母面前，你又何必如此懂事呢？沈宁默然了一会儿，扑入了母亲的怀中，嚎啕大哭了好一阵。母亲，我想重修武道，重拿破云。好啊，不过你要先调理身体。对了，北渊王昨天晚上派人送来了驻颜清凉露和玉骨药，
都是很珍惜的东西，特别是那玉骨药，对你右手上的旧伤很有用处。沈家与北渊王没有过交情，好端端的北渊王送东西来做什么？北渊王虽然是皇上最喜欢的弟弟，也向来以纨绔奢靡闻名，但作为先皇之子，公然与沈家拉好关系，不是要置沈家于不利之地吗？你呀你就跟你那个爹啊一个样，对这方面的事情倒是警觉得很。别多想了，起初啊你爹也是不想收的，但据说啊这个北渊王财大气粗，阔气得很呢，给上京810号世家权贵的府上都是送上了驻颜露和玉骨药，你爹呢也只好收着了。还真是凑巧，就这2样东西，一个对你足部的烫伤很有用，一个还能管你的旧伤呢。闻言，沈宁知晓是自己多虑了，方才放下心来。而这段时间内，顾景南从大将军沦为了人人茶余饭后的笑谈。这件事情传到了皇上耳中，暂时延缓了对顾景南的封赏。顾景南正在府上怄气，却是收到了望月楼的请帖，九皇子燕长陵这些人和部分的官二代都收到了。请帖美其名曰为北渊王的爱子景兰庆生。北渊王身边连个妻妾都没有，何来的爱子？难道说未婚先孕的私生子？哎呦，儿子，你看这帖上的景兰2字还不明白吗？北渊王这是为你出气呢，特地为你开的庆功宴，王爷是欣赏你的。顾景南将信将疑的，见帖上写着可以带着家属，就把母亲和永安公主蓝莲芝都给带上了。你是天上的流光小仙，我是飘落的白雪燕，只是体力陪人一夜。你是天上的流光小仙，我坠落瞬间不是离别，在整个世界只剩你了解。玉兰，走了。众人一惊，顾景南也懵了，这吐舌头流口水的白毛大狗就是北渊王的爱子。白毛大狗在宴席中央极有气势地嗷了一嗓子，这才迈着步妖娆地走向了燕云彻。景兰，不要嘚瑟，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个畜生。王爷，这……哟，顾将军也来了。说起来，顾将军的名字是叫景南吧？只不过犬子是芥兰的兰。虽是如此，但也犯了顾将军的名讳。顾将军要是心生不满，就换个名字吧。既是不同字，就不用换名字了。顾将军大气，景兰，要和顾将军多学习学习，知道吗？顾荣的心里头难受至极，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王爷，也敢羞辱他光宗耀祖的好儿子。这北渊王倒是个有意思的人，只不过他与顾景南无冤无仇，何必这么做呢？放在别人身上是有点奇怪，在他北渊王身上一点也不奇怪啊。不是我说啊，这北渊王比爹还吃饱了撑的呢。不过呢，看在他这次羞辱的人是顾景南的份上，日后呢我就少说点他的坏话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自从那日与父亲争吵过后，沈青山还真是很有骨气的不吃沈家的大米。沈宁每日都会为他留上许多的饭，反而让人误以为他是个饭桶。一晃眼半个月过去了，沈宁好的差不多了。宁儿，你可算好了，嫂子本该早点来看你的，只不过你伤势未好，需要静养，又因为还得忙着府上家业，就搁到了现在。宁儿不会怪嫂子吧？大嫂能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了。那就好。我来府上才2年，算是与你初次见面，但往后我们就像自家姐妹。我听说你的右手有旧伤，我家是医药世家，
父亲对这方面也有研究，改日让父亲送点上等好药来。这样好的手若不能使枪，那可就太可惜了。宁小姐，你毕竟是嫁过的人，再回来小住可以，跟未出阁的姑娘那样常住，可就不太合适了吧？老习俗上就说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弄脏了的水再回来啊，会给娘家带来晦气的。街坊四邻、街头巷尾都不少人在议论沈家不祥呢。小玉，放肆，还不跪下，自己掌嘴100下。作为奴才议论主子，你是想造反吗？宁儿莫要往心里去，这做奴才的就是不懂事。沈宁眸光凉薄如水地看了一眼小玉，小玉这凄惨的叫声宛如杀猪一般，像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苛待下人欺负长嫂似的。知道错了就好，不用打了。纳兰晴意外地望着沈宁，她怎么听府上的老人说沈宁的性格跟沈老将军一个样，脾气火爆，吃不得亏，竟然还能忍下去。大嫂还有事吗？没事没事了，你好好歇着吧。纳兰晴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觉得这沈宁波澜不惊的样子绝对不是头脑简单之人，日后还得多加提防。小姐，刚才那是大少爷的妻子纳兰夫人吗？我听府上的旧人说，纳兰夫人心地善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谁都很善良。刚才她还对我笑呢。只不过我们离府的时候，大少爷的心上人好像不是纳兰夫人。纳兰夫人真好啊，一点架子都没有。看人不要看皮囊，佛口蛇心、笑里藏刀的人比比皆是。也是，顾家顾荣那老婆子，平日里对你关心不少，儿子一回来就变了脸。沈宁见过父亲。你想修武的事情，你母亲与我说过了。大燕重武轻文，不仅仅是大燕，周边列国都崇尚修武。我沈家更是燕京武道世家的鼻祖，代代忠烈。沈家辅佐过2朝皇帝，忠的不是君是民。前朝暴君暴政，害得民不聊生，才会辅佐大燕的开国先祖。女子体弱，先天条件就比男儿差，已经很难了。你又年长了几岁，手还有旧伤，又因修夫之事遭满城非议，其难度之高，无法想象。你想修武，不能直接进大燕的燕武学宫，得去边外杂的武堂，并要在下次的武试取得成绩，才能进燕武学宫。要是成绩太差，还会被驱逐出武堂，到时候只怕会沦为上京的笑柄。女儿不怕。我再问你最后一次，沈家虽不是皇亲国戚，养你余生，护你一世平安，绰绰有余。往后你若不愿嫁人，可在府上留一辈子，不需要独自去拼什么成绩，大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即便如此，你还要去武堂吗？沈国山的女儿不是废人。沈宁只说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如极有力量的鼓音，撞进了沈国山的心底。知道了，回去吧。爹，烈酒伤身，少喝一些。我来的时候去厨房熬了些暖胃安神的汤水，晚上能睡得更香。过会儿就让彩莲送过来。入武堂需要考核，女儿告辞，这就回清幽堂去准备考核的事。这孩子脾气收敛了，心也跟着细了很多呀。女儿快去吧，别误了重要的事。爹他有事要忙，暂时不能来送你了。爹他能有什么事儿啊？他就是不重视阿姐。阿姐，争口气，用你的破云枪亮瞎他的眼睛。都是被休的女人了，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不在家里躲着，还整日跑出去抛头露面，还想修武？哼，想要抢走我们大少爷的位置吗？还好老将军高瞻远瞩，知道他非善人，才连送他一下都不来。老将军啊，最看重的还是我们的大少爷。沈老兄啊，你这哪是来喝酒的？从沈府到紫金武堂，得经过丞相府，
这点心思，作为多年的老友，还能不明白吗？不是来喝酒的，难道是来看你这老东西的？老兄，有如斯文呐。斯文能当饭吃啊？马车渐行渐远，直到被望月楼挡住了视线。这北渊王没事做，建个望月楼做什么？难道还能看见嫦娥不成？美其名曰赏月，我要是那月亮，我都得整晚整晚的做噩梦。阿姐，顾景南他真不是个东西。虽然我不喜欢爹，但要不是爹，他也没有。青山，日后莫要再提那人。既已无夫妻的关系，他与沈家便如微不足道的空气。母亲，青帝所说是什么意思？别胡思乱想，青山年纪小，什么话都能乱说。3年前顾景南起名出征大齐，遭群臣反对，吾皇也不赞成。原定的是上官家的平西将军讨伐大齐，大齐名力不强，兵力更是远不如我大燕，并且他们的劳作不行。我朝平地大齐的方法，便是将战线拉锯，时间一长3年左右，大齐必然投降。因此这是个好差事，不管谁去出征大齐都会大捷，只是为了不劳民伤财，才会拉锯时间到3年之久。但是不出2日，吾皇在金銮殿上就更改了时间，换顾景南去西伐大齐，并且在1年之后，父亲上交兵权，打算颐养天年。所以顾景南能得到讨伐大齐的机会，是父亲去求的，对吗？你爹就是知道你太聪明，所以过了1年才抱病在府，交出兵权，就是怕你看出来。而朝中的人都以为顾景南领兵出征，你爹是为了避嫌才这么做的，实际上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了。父亲一生高傲，是忠明之将，也深知帝王权术在历朝功高震主的下场，对此类的事情避之如洪水猛兽，却为了一个顾景南，放弃自己的傲气，私下进宫去求皇上。顾景南，你满心的怨怼，可对得起父亲的良苦用心？阿妮啊，既你已经知晓，就由风散了去吧，不要意气用事，也别揣着怨恨。人生在世，也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匆匆不过100年，总得活得轻松舒畅点儿。阿宁敬遵母亲教诲。你就是沈将军府的沈宁？沈宁点了点头。我叫陈欢欢，燕北明月城修仙来的。沈小姐修复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干得漂亮。这次的武学考核，紫金武堂邀请了镇国将军作为主考官一并督之。考核结束后，顾将军还会为诸位学子讲解长达3年齐燕之战的成功秘诀和各种细节。诸位学子有福了。承蒙皇上福泽万将，天子之气的祥瑞庇护，本将才能拿下西岐。确实得仰赖于天子，不过顾将军也是年少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还得是我们皇上慧眼识珠。武学考核快开始了，顾将军兼任主考官，可得为我们紫金武堂多挑几个人才出来呀。那是自然。他特地来到紫金武堂，就是想看沈宁的低头服软。只要有一个台阶下，他愿意不计前嫌地带着沈宁回府。诸位，你们之中有上京人，也有远道而来为求武学的学子。紫金武堂此次考核只收15位，考的是力。这里指的力分为2种，一种是武学最基础的力量，还有一种就是定力。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者，二者缺一不可。卯时已到，还请诸位不遗余力地进行考核吧。沈宁、罗婷，弃权不是丢脸的事情，
还请两位量力而行。请赐教。得罪了。罗廷是燕北地带来的人，那边的崇武之风更接近江湖气，而且罗廷自幼学的是奔雷拳法，极其强悍。哎，听说罗廷去年新婚1月有余，喝多了酒，练习奔雷拳法的时候把媳妇都给打死了。罗廷环玉出拳，沈宁的脚掌踏得掠去，横悬空中，双足猛踹罗廷的脸庞，将其的鼻梁骨活生生地踹断了。只听得砰的一声，罗廷退了10丈的距离后，眼珠子瞪得老大，身体朝后倒下。舞台四周是死一般的沉寂。顾主考官，结束了。考核武斗，沈宁胜之，罗廷败。莲芝，你来了。这位是大齐的永安公主，也是本将的未婚妻。啊，顾将军，恭喜恭喜呀！那日好事将近的时候，可得给紫金武堂发个喜帖。你有心事吗？没什么。是想我了吧？在府上我不是说了很快就会回去吗？有点恶心。我娘说过，负心的男人要吞千千万万根银针。沈宁小姐不妨拭目以待。好。沈宁，你怎么不觉得羞耻啊？为何要觉得羞耻？只因年少无知看错了一回人，我就要被绑在耻辱柱上，永远的遭人唾弃。连我自己都自暴自弃，认为此身下贱而低人一等吗？问心无愧的人，一生都不会知道何为羞耻。不知礼仪廉耻，不信守诺言，朝三暮四的人才该羞耻。可天下的女子哪有休夫的？往后就有了。何子健，我问你，150年前有大燕朝吗？没有吧。没有就要创造。生而为人，若是连创造的勇气都没有，是否会太过悲哀了些？历朝历代，大燕及周边列国，从前确确实实从未有过女子休夫的先例，但在我之后，会有千千万万的女子在面对负心之人时站出来。当成为一种习惯，你何子健若生活在这样的习惯之中，又岂会说出今日的话？不会。沈姑娘的话，老朽不敢苟同。顾将军可是西伐大齐3年，艰苦作战的好儿郎，大英雄。沈姑娘还是出身将门之人，羞辱一个为国为家的将军，这就是沈家的家风吗？好儿郎，大英雄，他配吗？胡闹！若说顾锦南是好儿郎，他自幼丧父，母亲独自带大了他，供他来上京谋生。时至3年前，他才将母亲接回来。试问这3年是谁在照料他的母亲？而他顾锦南尽过1天的孝吗？众所周知，彼时顾家尚未得到镇国将军的封号，顾家一贫如洗，许多东西都是这3年里陆陆续续修葺好的，与他顾锦南有关系吗？为子不过如此，为夫他背弃诺言，更是不值一提，何来的好儿郎？可他大胜西岐啊！是他大胜还是燕京大胜？大燕朝民富国强，兵力高于大齐的数倍。若以雄师30万西下，不出3个月就能大捷。但大齐上下一心，信仰之强和民族精神不可小觑。若要真打起来，这3个月大燕至少要死伤1半的兵力，胜利将会建立在2国血腥之上。不错，3年之战说白了是用时间拉锯，内耗掉大齐的元气，再一鼓作气连攻边城。换我朝任意一个将军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结局，算什么好英雄啊？沈宁，你不过是本将不要的女子。错了，顾大将军，记好了，是我休的你，我不要的你。今日是紫金武堂的考核之日，时辰也过去许久了，诸位还请继续按照抽签制式来武斗吧。沈小姐，第2场比试在这里进行，你是第1个到的人，肯定会有斐然的成绩。但愿能借先生吉言。
我到那里估计要点时间，沈小姐不妨到西边的契房休息一下。契房打开门就能去到百花街，沈小姐若觉得枯燥，就去百花街玩玩吧。好。还记得一声犬吠，引得沈宁低头看过去，是一条白到发光的狗，突地咬住了她的裙摆，呲啦的2下便咬开了她的衣料。景兰，莫要无礼。沈家沈宁见过北渊王。景兰怕生，因而惊扰了沈姑娘，沈姑娘莫要介怀。怪我无端闯入才对。全责景兰咬坏了姑娘的衣裳，本王应当赔上一件新的才对。沈姑娘身上背着紫金武堂的古石，看来正在参加武学考核，更不能耽误了正事。本王的别院就在百花街后，沈姑娘不妨去换上一件新的再来。沈宁皱了皱眉，似乎在思考此举的可行性。别院内有很多的女士衣样，应当适合沈姑娘的大小。那就劳烦王爷前面带路了。别院的匾额用纯正的金色写下狷狂的富贵2字。坊间都说本王很俗，本王的别院更俗，沈姑娘也这么觉得吗？雅俗看似敌对，实则互通。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于我而言，人间凡事都当雅俗共赏，才是最舒服的状态和审美。别院里头，一花一木，一砖一瓦，乃至于屏风、山画、案牍，都是价值连城之物。这泼天的富贵啊！东西的2个方向传来了莺莺燕燕的声音，还有琵琶古琴之乐宛若从天上来。传闻北渊王奢靡成性，声色犬马，在各地别院里头养着莺莺燕燕的女人，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夜夜笙歌。而今想来，传闻应当是不假。你很讨厌本王这样的人。王爷是性情中人，沈宁又怎么会讨厌呢？不讨厌，是喜欢了。沈宁又是一怔。不喜欢就好。沈宁一愣。前面那一间屋子都是女士衣裳，沈姑娘请便。传闻这北渊王阴晴不定，喜怒无常，还真是如此啊。白毛大狗用脑袋蹭了蹭男人，像是做对了事情在讨要奖赏一般。殷云彻蹲下身子，揉了揉白毛大狗的头部，并且吩咐手下给白毛大狗拿了个零嘴骨头来给他啃着。沈宁走进房间，却是傻眼了。琳琅满目的衣裳应有尽有，都是时下最新的样式了。这些衣裳都只有一个颜色，那就是鲜艳的红。这北渊王是有多喜欢红色？挑了一件样式最为简单的穿在身上的白毛大狗，看见沈宁，立即把心心念念的骨头丢了，以此生最快的速度冲刷到了沈宁的面前来，围绕着沈宁摇着尾巴转着圈圈。这狗既然喜欢它，方才初见的时候又为何要咬破它的衣裳呢？看来是有其主必有其狗，主子阴晴不定，狗儿也喜怒无常。王爷，不是皇上又喊你下棋了，王爷你。在看见沈宁的那一刹，侍卫刹住脚步。富贵别院的女人都是北渊王救下来的苦厄之人，而且多半他都很是熟悉。
应是王爷睡大觉的时候，他得穿着王爷的袍子乘轿来富贵别院，和这群女人们载歌载舞到黎明才能够去休息。如今见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十七还以为又是来陪着自己载歌载舞的，一巴掌甩在他的后脑勺上。被叫。沈姑娘，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小姐，你怎么换衣服了？小姐以前是酷爱红色的，但是在右手受伤之后就逐渐的反感，已有3年不曾碰过一件红衣了。遇到了些意料之外的人和狗。第一场武考怎么样了？沈欢欢顺利进入了第2场，看样子快结束了，约摸只有100个人进入第2场。阿宁，这是治疗你手部的药。顾将军，我家小姐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这又是玩的哪一出？顾将军，难道是贵人多忘事，这一会儿的时间就忘记方才在武考的时候如何羞辱我家小姐了吗？我来是为了给阿宁道歉。阿宁，你不该拿修复的事情放到大庭广众之下去言辞凿凿地说些离经叛道的话。纵然我们不再是夫妻，但一夜夫妻百日恩，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不该去那么做，也不该那样去说。阿宁，我是为你好，你不比当初有好些个青年才俊追着求娶，你是被休过的女子，除了我还会有哪家优秀的男子去娶你吗？你做人做事开口说话前就不能三思一番。这就是你的道歉？阿宁，顾将军，我们既未同床共枕过，何来的一夜夫妻？3年征战让顾将军忘记自己不举的事了吗？沈宁，我惜你爱你，不曾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大丈夫光明磊落，我承认莲枝的事是我的错，是我负了你，但我是为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我都是为了你。是我胡言在你面前，但是你看我现在是活生生的男人了，还不是为了你吗？因为我不想让你守一辈子的活垮。可你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半个月做的都叫什么事儿啊？你背弃诺言与蓝莲枝在大燕境外私定终身，你说是为了我？阿宁，扪心自问，作为一名妻子，不能让丈夫提起床子的兴趣，你是何等的失败。但你从未反思过，事到如今甚至还拿这种事情来抨击我，你真的是一个好妻子好女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莲枝心平气和的相处？她可是大齐的公主，你为什么非要自私到我顾景南只能拥有你一个女人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何我能与莲枝有夫妻之实，却不能和身为我妻子的你有床子之情？这是不是你的问题？顾将军，你在说什么呀？小姐一心一意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你就这样指责她的？若真是一心一意为了我，又怎会离我而去？什么连家都不要了，那不过是你家小姐与沈国山的阴谋诡计罢了，就是怕我接沈家的事。沈宁，你现在看到了吧？不需要沈家，我也能活得很好。你喊我父亲什么？他已非我岳长大人，我不称为沈国山，难道称之为父亲吗？沈宁抓起桌上的茶杯，你想与我动手？回身一枪扎进了顾景南的肩胛骨里。洗手做羹汤长达数年的沈宁，武学造诣竟然没有退步，这怎么可能？顾大将军，一别多年，你看起来废了不少。如若顾将军不想被人知道自己堂堂镇国将军被一个几年不能握枪的弱女子给捅了，就趁早消失在我的眼前吧。采莲，送客。好嘞，顾将军，请回吧，这里不欢迎你。顾景南捂着肩胛骨上的伤，只得讪讪地离开了气堂。怎么受伤了？你去见沈宁了吗？莲枝，以后他不会再纠缠我了，会把正妻的位置留给你。代价是你中他一枪。不用管我，我
顾家南男子汉大丈夫，怎能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呢？景南哥哥，沈宁与采莲一出气堂，就看到了这干柴烈火的一幕，也不顾是不是不合时宜，就差当着沈宁主仆俩的面演上一场活色生香了。他的眼角余光却是都在暗暗地观察着沈宁。景南哥哥，你的伤，先去处理伤吧。莲枝在怀，便是最好的治伤良药。杜将军太过分了，这还不没过门吗？光天化日之下，这成何体统？还一国公主呢，我呸！你想为我打抱不平，那便不必了。你现在该做的是恭喜我。恭喜？恭喜我及时止损，恭喜我做回我，也恭喜我用短暂的3年就看清了一个不值得我倾尽所有的人。采莲，当逆境来临时，要做的不能只是崩溃，而是崩溃后的奋发。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诸位，顾将军在沙场留下的旧伤又犯了，估计不能继续担任此次武士的主考官了。呸！什么沙场旧伤啊，众人都心知肚明的很，不就是被蓝莲枝榨干了吗？劳烦转告一下顾将军，多多注意身体。是。景南哥哥，你会后悔吗？后悔什么？沈宁。不会，我只后悔没有早些遇见你。青兰，再久就不给你骨头吃了。北渊王，王爷，本王当是谁呢？原来是顾将军啊！顾将军是怎么了？怎么连马车都不下？王爷，实在是抱歉，下官还不能下马车。顾将军可是3年征战，身体疲乏。静兰，你要多向顾将军学习，知道吗？顾将军既是身体不适，就赶紧回家歇息吧。稍后本王进宫见皇上的时候，会请皇上派个御医去看看你的伤势。多谢王爷挂念，下官身上都是些小毛病，就不必劳烦御医了。白毛大狗像是突然犯病了一般，发狂地扑进了马车里，帘子直接给扯了下来，把里面的场景暴露给了每一个围观的百姓。顾将军好雅兴啊，比本王晚的都欢，还没下马车就忍不住欢宠婢子。哪有什么婢子啊，你看那衣裳料子，是婢子有资格穿的吗？明明就是大齐的那位公主嘛。大齐民风彪悍，着实让我燕京群人为之惊叹。哎呀，连狗都看不下去了。哎呀，放肆！顾将军是劳苦功高之人，莫说在马车里冲动的一回，就算在大街上，诸位受其庇佑，也得多加理解顾将军。这说的是人话吗？顾将军，莫要窘迫，整个燕京都是你的支柱。日后谁敢讨论顾将军在马车混乱之事，休怪本王不讲情面了。不说还好，这么一说，不出半日就能够如同那秋风卷落叶般刮遍全城。顾将军，莫被那蠢狗扰了雅兴，还请继续。顾将军马车混乱之事，你们几个切莫传出去，知道吗？王爷放心，我们绝不会把顾将军私下淫乱的事传出去的。王爷，下官家中母亲体弱受伤，就不陪王爷了，下官告辞。远山先生，不如你同时兼任主考官吧。岂非胡闹！考官哪有兼任之说？一个主考官，3个副考官，6个临场旁观的荷官，一个都不能少。这是老祖宗开创武堂时定下的规矩。距离第2场的时间已经超时了很久，再超时下去，明日清晨都不一定能够结束。这考核还要不要继续了？不知道，先等着吧。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顾主考官也真是的，
就非要这么血气方刚，忍一会儿都不行啊？谁说顾主考官不能忍的？听说当初顾主考官新婚的当天，还在青烟楼听小曲儿呢，还喝了一晚上的酒。成亲不久就请命去边境，这不是挺能忍的吗？数年前，顾烟罗流落贼寇之手，被路过的顾景南搭救，从此情根深重，悄悄地爱慕上了顾景南，却被沈宁半路截胡了。沈小姐不愧是家门之后，当初既有共度余生、贫贱不移的勇气，如今也能够干净利落的做到你若无情我便休，紫金武考第一场还拿了笔试第1的成绩，当真是为吾辈楷模呀。老一辈说过，婚姻不幸的女子回到娘家常住，会给娘家带来灾难的。而且和离后的女子有几个有脸再嫁的？神欢一杆银枪宛如星月的寒光，锋利的银枪擦断了顾烟罗并肩垂下的一缕青丝。抱歉，枪没拿稳，让顾小姐受惊了。这是没拿稳吗？明明就是太稳太精准了，他故意的吧？赫连老师傅，有段日子没和本王下棋了吧？这位爷不是进宫陪圣上下棋去了吗？王爷大驾光临，紫金武堂也跟着蓬荜生辉。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是本王不请自来，远远的就见几位一筹莫展，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王爷，是这样的，紫金武堂此次的秋季考核已经准备进行第2场了，但是主考核官因事暂退，所以秋季考核还缺一位主考核官。主考核官？王爷能来担任第2场的主考官，那再好不过了。王爷能来是紫金武堂3生有幸。既是如此，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诸位，秋季考核第2场定力考核由北渊王担任，诸位可得好好表现表现。肃静。第2场定力考核很简单，只要诸位能够熬过接下来的3个时辰就行了。博飞先生，那要是所有人都挺过了3个时辰呢？不是说紫金武堂的这次秋季考核只招收15人吗？按照规矩，确实只要15人，但你们若真能坚持3个时辰，如果全部坚持住，紫金武堂全部能收。沈宁一如既往的凝重，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了眼演武场的边缘，有个约莫16、17岁的男孩打起了12分的精神，等待着考核。他叫什么名字？黎书成，前朝望族黎家的后裔。小姐要离他远点才好。给他润润喉。小姐，他可是前朝的。无妨，去吧。顾小姐，你见识多，你知道内情吗？不明白。要说这见识多呀，还得是沈小姐。沈小姐曾经可是燕京学宫衡阳宗师最得意的门徒呢。沈小姐，作为衡阳宗师的徒儿，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是严厉还是慈祥？那沈小姐，你知道第2场定力考核的内情吗？吵死了！王爷息怒，这些学生大概是因为见到了王爷太过于激动，才会在王爷面前失了礼数。倒是情有可原。本王风流倜傥，英俊多金，此等盛名在外，让人情不自禁，亦是能够理解的。我是造了什么孽，要在晚年时期听到这种污染耳朵的话？传言北渊王比女人还臭美，诚不欺吾。王爷，作为主考官，秋季定力考核的开始，当由你来宣布。开始吧。
那是什么？据我所知，那应该是用来考核的必需品。这难道不是废话吗？不是考核的必需品，难道还是茅厕里的必需品？我们值得拥有。那蛇还爬到了顾烟罗的腿上，其他的还有蜈蚣啊、蝎子之类的爬行兽。诸位，每隔半个时辰就会多加1倍的数量，还会另加其他的障碍。祝君好运！你身上的香很吸引这些蛇。他在害怕的同时，忽然恶从心起，爬起来，鼓足勇气往前冲去，直接抱住了沈宁。沈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既是不小心的，那就收回去吧。小姐，小心啊！怕什么？你家小姐可是比蛇还狠的女子啊！很快，半个时辰就过去了。栅栏内重新加了20多桶的脏东西，支撑不住可以出来，当然那是认输的表现。我认输。还有人要出去吗？诸位若想放弃，现在出来，若不然的话，得等到半个时辰以后。这一下就没了20个考核学生。这紫金武堂也太狠毒了吧！名声不大，阴损的招数却不少啊。有谁要出去啊？30个人直接出去了25个。放狼！娘的，还好出来了。沈小姐身上的这几两肉，估计都不够那野狼塞牙缝的吧？诸位，这是养在上京北山的赤烈狼，其性凶猛，以食肉为生，战力非常之强。只要诸位能够熬下最后的半个时辰，就能完成秋季考核，成为紫金武堂的学生武者了。王爷，此次秋季考核剩下的5位学生，您怎么看？用眼睛看。废话，不用眼睛看，难道是用屁股看吗？王爷，此次考核……什么？赫连老师傅想本王来紫金武堂教学？他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然而对上燕云彻的眼神，无奈的点头应下。不知紫金武堂可有这个荣幸？老师傅盛情邀劝，本王怎能扫兴呢？沈小姐若是怕了，就喊出来吧，喊救命又不丢人。顾烟罗，你很聒噪。沈宁挪动着身子，在栅栏边沿找了个好位置坐下，背靠着栅栏，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竟是睡了，咬死他，咬死他！顾家小姐，你怎生得比那蛇蝎狼巫还吓人啊？沈小姐，不愧是将门之后。既然害怕，不妨闭上眼睛。若不直面他，如何克服恐惧？忽视他，冷淡他，看不见他，所谓的恐惧便会不攻自破。黎书成似是觉得有理，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演武场的大地都在震颤，狼群离他越来越近，但想象之中的啃咬并未到来。狼吼出声，朝他直奔而来。沈宁咧开嘴一笑，张开双手抱住了那狼，惊得众人目瞪口呆。趴下。猎狼仿佛是听懂了人话，竟然真的爬了下来。沈宁便把他当枕头靠了上去。比那栅栏好多了。沈宁确实是疲了，他浅浅的睡下。画面阴邪而姣好。阴邪的是人世，姣好的是他。悟了，我悟了。我也悟了，感情这些猎狼压根不会吃人，只是恐吓人的。我还真当他沈宁有杀狼的本事呢。来前家父叮咛嘱咐，在武堂得与他人相互帮助。沈小姐明知考核之答案和定力之意思，却不肯告知我们，可当真是自私呀。顾家小姐，你这话说的何某就不赞同了。要这么说的话，
你若嫁不出去，你若被马车撞了，若是在茅厕里使不上力了，岂不是也要怪沈家小姐？何子健，吵什么？第二场结束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了，邓伯飞命人去敲响锣面，意味着考核的结束。夜色已深，五堂锣鼓难道不会扰民吗？本王体恤天下苍生，以民之所愿为己任，自是不愿见到扰民的一幕。若说扰民，富贵别院那是夜夜笙歌，望月楼内丝竹不断，谁才是那个扰民之人呢？那就按照王爷的意思，放弃敲鼓吧。王爷意下认为，应当如何提醒学生舞者考核已然结束了呢？老师傅既愿亲自去提醒，那便去吧。诸位学生舞者，紫金武堂的秋季考核已经结束，坚持到最后的5名弟子便是紫金武堂的新学生，且由3日后正式来紫金武堂学武道吧。沈小姐，醒醒，结束了。多谢沈小姐，让在下忽略心中恐惧。公子该感谢的是努力而不言弃的自己。沈小姐，你是此次考核的榜首，这是武堂的榜首徽章，你且带回吧。给你的东西，老朽已经吩咐人备好了，这些都是。沈宁谢过贺典老师傅。一众考核学生亦都各回各家，沈宁并未急着回，而是把采莲拉到了紫金武堂的角落。小姐，采莲，她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竟把她顾烟罗给哄骗了来紫金武堂了。你觉得我该送她点什么好东西较为妥当呢？采莲疑惑地看着沈宁，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那可得是好东西才行。小姐要是舍得的话，就把老夫人送你的祥月簪送去吧。也好，今日之事切莫说道出去。小姐放心，采莲定然守口如瓶。顾烟罗听到这话，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自己被沈家的那个女人给卖了，他竟还没脑子的送上了一大箱的金银珠宝过去。小姐，刚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奴婢怎么听不懂呢？小姐是要把祥月簪送给谁呀？那个他是谁啊？纳兰晴。小姐累了一整日，回府当好好歇一歇。歇不了。小姐，你看，那不是陈欢欢吗？听说外地而来的学生舞者有很多为了省钱不去住客栈，而是睡桥边巷口。停车。陈欢欢闭上眼睛，睡得安稳，准备将就着熬过这3日，只等着正式成为紫金武堂的学生。忽而间，一道纤长的阴影附在他的眼睫之上。沈小姐，你可愿随我去沈家？若是可怜同情我无家可归的话，还请小姐尽早回府。以天为被，地为床，于沈小姐而言，确实是磕碜，但我自认为自由舒适，好过那白墙红瓦的枷锁。我是婚姻失败之女，在沈家娘家被太多人盯着，我亦孤军奋战，疲惫难敌。陈姑娘可愿助我？我可以吗？我的右手有旧伤，5步流火也留下了后遗症。陈姑娘，帮我。陈欢欢呆呆地望着面前的那一只手，如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自他记事起，人人都像是避瘟神一般的推开他，从未有人敢走近他。好，若能帮上沈小姐，欢欢定然不遗余力。估摸着时间，沈宁也该回府了吧？刚得到的消息，他们的马车进入了雨林街，快到沈府了。奴婢已经按照夫人的意思，把沈家大门和后院的门都锁得死死的，保准他进不来。进不来才好。哼，一个背弃之人，岂敢随意进我沈家大门？还是夫人神机妙算，
知道提前把消息给那顾烟罗，让他去找沈宁的茬。那顾烟罗一直是沈宁为死敌，这一次就看他顾烟罗有几斤几两，能否让沈宁吃大亏了。沈宁这么晚才回府，大抵是没什么好成绩，故意在外拖延时间呢。等他到时候闹起来，沈家的人啊，肯定都会向着夫人你的。一介废墟，指望他能光耀门楣吗？沈家的功勋、荣耀和未来，都得靠我的金凤。走吧，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宗祠那里吧。开门，有没有人啊？连门前的守夜侍卫都不见了，这不是故意的吗？别喊了，每年的11月15都是沈家的大日子，府兵和沈家的人都得去宗祠牌位那里祭奠列祖列宗。因是当年燕京开国的乱世，沈家先辈在11月15这天为救燕玄宗死伤惨重，先祖和其9个儿郎都战死在定南北坡。纳兰晴借着众人都忙着去祠堂祝祷去了，便故意来激怒他。他若是在这种大日子里头一闹，人心自然溃散。奴婢去后院看看。即使有人不愿你们进门，难道还会留下后院给你们进吗？你觉得应该怎么做？静观其变，等到天快要亮的时候，跪在府门前祝祷先祖亡灵，以静制动，才能够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不用等天亮，现在去吧。三人跪于石狮旁，为先祖的英魂祝祷。纳兰嫂既是染了风寒，就该在房好好歇息啊。一年一次的祝祷，我身为晚辈，怎可缺席？那岂非是不懂事了？不过是风寒罢了。7年前的皇家狩猎，我儿阿宁高烧不退，都能够博得头彩，由此得圣上夸赞。晴儿，你是长子惊风的妻，未来可是要靠着你托起沈家的，可莫要矫情了，这传了出去，还不让人觉得我世代武将的沈家如今是衰败没落了。母亲教训的是晴儿矫情了。出去看看阿宁。老将军，老夫人，阿宁小姐回来了。阿宁回来了。阿宁的武考成绩可出来了？出来了。如何呀？紫金武堂，全上京最末流的武堂。我沈家虽不是天家勋贵，但也是开国武将，有头有脸的大家。纵然部分子弟去不了燕京学宫，去的也是数1数2的凤鸣武堂。他沈宁去个紫金武堂，还是以残区去的，这不是故意要给沈家丢脸吗？如玉妹妹此言差矣。阿宁纵然没有好成绩，也证明了他是积极向上之人，而非只会在家不思进取之流。你我应当敬重他。紫金武堂此次只收取5名学生，阿宁小姐正是此次秋季考核的榜首。爹，阿姐是紫金榜首呢。知道了。宗祠重地，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若是不懂礼数，就滚出去。哦。我阿姐呢？不知何人将大门后院的锁扣给锁死了，导致阿宁小姐没法进府。但阿宁小姐铭记祝祷之日，携婢女在府门前跪地祝祷，门前还渐渐聚集了许多百姓，都在夸赞阿宁小姐之举呢。还不快把小姐请进来？是，奴才这就去。老身竟是不知，这100年沈家何时也变得如此乌烟瘴气了？阿宁今晚必然回府，某些人却故意把大门后院锁死，真当我郑蔷薇是死了吗？还是这沈家当真由你们来当家了？是人是鬼都敢玩这些不入流的脏把戏了，还真以为旁人就看不出来了是吗？
谁知道他沈宁是不是回顾景南那里去了？锁上前门后院，不也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事儿吗？国海三弟是在告诉沈家众人，前门后院的锁是你沈国海锁的。我又没说是我。既然不是你，你在这里说什么废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有人想在沈家害人，纵是我沈国山的亲人，我沈国山也不介意大义灭亲一回。长嫂，你的额角流了好多冷汗，你怎么了呀？青山乖，长嫂没事，只是风寒过重，出了点虚汗罢了。哦，阿姐，你回来了。阿宁，你回来了。刚听下人说了，你占了紫金武堂的榜首，当真是我沈家的大喜。你这位沈家长脸，嫂子当与你好好庆祝一下。切，为沈家长脸，纳兰嫂子，你纵疼他，也不至于疼到眼盲心瞎呀。我与家中几个兄长皆在燕京学宫，都不敢说为沈家长脸。这紫金武堂都是些乡野之人，正经世家的子女，谁去紫金武堂啊？你别往心里去，如玉心直口快，并非有意奚落于你。从顾景南回朝以来的这半个月里，上京城内的街头巷尾，从贩夫走卒到风尘之女和戏子，哪个不在嘲笑我沈家有个倒贴都没人要的弃妇？纳兰卿弟妹，这就是你说的给沈家长脸？我想问，沈家百年将门，德高望重，受人敬仰，何时这般丢脸过啊？陈武堂哥说的对，我这几日出去游玩的时候，他们都嘲讽我呢，还说我以后说不定就是第二个沈宁。我才不是，我既不会修夫，也不会成为弃妇，更不会与人私奔。10岁孩童都知晓的道理，只怕有些人啊，一辈子都不得明白了。爹爹一直教导我和阿玉阿姐，女子洁身自好尤为重要。诸位叔伯放心，如花绝对不会给沈家丢脸。阿宁姐，你莫要灰心，等我嫁给了九皇子，成为皇子妃，定给你留一较好的夫婿。如玉阿姐可真好心。花花，都是一家人，莫要太刻薄了。说够了吗？若是说够了，便好好祝祷先辈；若是没说够，就滚出宗祠，连说几个昼夜都没人会管。如玉阿妹尚未嫁人，就一口一个夫婿，一口一个皇子妃，不知道的还以为阿妹如狼似虎呢。至于我的婚事，就不劳烦如玉阿妹费心了，毕竟我且不如阿妹这般如饥似渴。你说谁如狼似虎，如饥似渴？是啊，有些人呐，见到男人就私定终生，3年不归家，恬不知耻的回来后还不知悔改，也不知躲在房中闭门思过，竟还敢让人滚出宗祠。看来这沈家是由你沈宁当家了是吧？滚出去！孩子们尚不足20，最小的甚至还未及笄，他们拌嘴是常有之事，也实属正常。你一个半只脚踩在棺材板的长辈，不言传身教，却上行下效，反而丢了长辈的身份，惹人耻笑。陈国海，我看来时你忘了带脑子了，还不回去捡捡你的脑子，并且好好思过，别在孩子们面前丢人现眼了。你让我思过我就思过。就凭这个府里的当家之人是沈国山，而非沈国海，莫说让你思过，我就算当着儿孙的面打断你的双腿，你也得给我憋着，懂吗？出去便出去。站住！嘿，家父有允许你们2位擅自离开宗祠了吗？沈青山，三叔是因为被罚才回去的，难道2位也是要回去自省的吗？若是如此，2位请便吧。只是外面都在盛传九皇子的未婚妻行礼如仪，端庄贤惠，这若是传了出去，怕是对堂姐也不利吧。沈如玉跺了跺脚，面朝着列祖灵牌跪下了。跪下，祝祷。祝祷持续到了次日上午的辰时，便算是完成了祝祷仪式。父亲早年旧伤，腿脚不好，不宜多跪。媳妇儿娘家父兄
今日刚托人送来了药膏，算是及时雨。看来父兄他们一直都在关心父亲。跪下。母亲，我让你跪下。儿媳不知做错了什么，让母亲如此大怒。做没做错，长嫂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沈家上上下下敬重长嫂，长嫂就是这么对我们的。五弟，你在说什么？适才三叔他们在，给你留点脸面。如今只剩下我们一脉，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五弟，你是不是遭受了什么奸人的挑拨，从而对长嫂有了些误会了？沈家子女可以做错事，但是也得有敢做敢当的本事。你若是承认，便按照规矩责罚于你，此事也不必张扬出去，只给你提点一二。若是你要强词夺理下去，我这边修书一封，送往边境，告知京风。不要！父亲、母亲、阿宁，是我的错，是我让李斯去的。很好，暂时革去你协理家务之职，扣除半年的月例，并且让李四去给阿宁洗清名声。接下来你就在家静修己过吧。谢母亲宽恕儿媳。小姐，纳兰夫人和顾烟罗在解忧楼打起来了，扯得满地都是头发，那场面只恨未曾亲眼去看一看。这幸灾乐祸的样子，可别让纳兰情的人看了去了。宋祥月簪时，你便料到了此刻？并不全然，只是有个50%的可能性。话说，我还以为大公子他会娶了叶倾城呢。婚姻情路，万般皆是命。阿姐，北元王送了南明珍贵的合创药来，对你的手伤有帮助。他只送了沈家。不，整个上京城的权贵世家里都有份呢。好端端送什么药？王爷的随从说是王爷家的狗今早啃了5个大骨头，食欲好的不行，王爷一高兴就赏赐了全城呢。我是见过财大气粗的，没有见过这般财大气粗的。好羡慕王爷家的狗啊，狗都过得比我好。分明是人傻钱多。话说回来，这合创药价值连城，极其难得，对小姐的伤很有帮助呢。阿姐有所不知，昨日你参加秋季考核时，母亲她去了一趟顾府。我们去的时候，那个顾荣啊，正恬不知耻的与人说着阿姐的坏话呢。他说阿姐是什么不下蛋的母鸡，还说要那个什么永宁公主为他们老顾家开枝散叶。母亲下了马车之后，给了那个顾荣一巴掌。回来的时候，母亲不让我告知于你。好，阿姐会有所提防的。青山，我听外头有哭哭啼啼的声音，你姐出去看看是不是长嫂回来了，莫让她扰了阿娘的安宁。我这就去。采莲，得空的时候去城南郊外的三春山拜访一下魏川老医师，问问魏老先生，不举之人是否会因奇香而改变。我在蓝莲枝的身上闻到了一种类似于昙花、迷迭香与风铃花、樱草等相结合的奇香。好，我立即就去。劳烦欢欢小姐保护好我家小姐，莫要让她动武。荷叶、牡丹，你们俩有病是不是？是你们刻意撞我身上的，休想倒打一耙。我现在有事，不想跟你掰扯，给我让开。采莲妹妹牙尖嘴利了不少，牡丹直接把采莲推得摔坐了下去。哎呀，采莲妹妹，你怎么站都站不稳呢？你们两个背叛救主的东西，有什么资格来清幽堂耀武扬威的？还不快滚出去！背叛救主，我们可不想承认有个未婚就与人苟且，后来还跟人私奔，最后被休弃的救主呢。采莲妹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玉小姐将来可是要做皇子妃的，那是给沈家带来荣耀的人。那沈宁却是个有辱家风门楣的，
怎叫背弃呢？而且你出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四处都在说沈宁小姐是那下不出来蛋的老母鸡。你才是老母鸡，你全家都是老母鸡。当初要不是小姐，你早就沦为娼妓了，哪里轮得到你现在来狗仗人势的颐指气使？你做什么？荷叶连忙抬手去打彩莲，一颗石子精准无误地砸在了荷叶的手腕上。宁小姐，欢欢，关门。三叔来清幽堂也不知差下人来知会侄女一声，若不然的话，早就备好三叔最喜欢的梅子酒和桃花酥了。三叔快快入座，就当来自己家，何必与我这般生疏客气啊？王爷，您快快请坐。好。沈小姐，可否介意不说话？王爷有什么，直说便可。圣妹怕生，还望王爷海涵。若本王不海涵呢？无休。王爷，请吧。沈小姐似乎欠本王东西，至今尚未归还呢。沈宁愚钝，不知王爷是何意思？王爷，还请自重。沈小姐的下人真不细心，连这都没发现。还请王爷指点所欠之物。沈小姐当真贵人多忘事。沈小姐衣裳被撕裂后，在本王房中换了本王留给本王王妃的衣裳，可还记得呀？抱歉，我并不知道那是王爷的房间，也不知道是留给未来北渊王妃的衣裳，稍后我便会还上。原是如此，本王还以为沈小姐愿意当我北渊王府的王妃呢。王爷深盼美人如云，这般言说折煞我了。衣裳已经洗了，稍后我会送到富贵别院。而且我刚与顾将军解除了夫妻关系不足1月，按照礼法来说，王爷不该与我走动如此之近。若是玷污了王爷的清誉，那就是我的不是了。本王早已声名狼藉，何来的清誉啊？所欠之物尚未归还，且不要了。本王看起来很缺钱吗？王爷，我刚想起来，家中有绝版的武林曲谱，王爷可会感兴趣？本王跟你很熟。沈国海目瞪口呆。如玉姑娘，你和小九的婚约是本王亲自做媒，若你还是我行我素，肆意妄为，罔顾礼法，那本王既然能给你这门亲事，也能亲手毁了去。王爷知错了，王后定会遵守礼法规矩，绝不失礼。回去领罚。为何啊，王爷？属下今儿个可没犯错啊。今日的太阳这般圆，圆得烦人，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小姐，我问到了。老医师说了，顾将军并非先天不举，而是后天不举。此话何意？据说顾将军应当是被人下药了。这招也太阴损歹毒了吧，也不知哪个缺德之人想出来的。下药？顾景南早年得罪了不少人，许是仇家做的，能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且让满城医师都缄口不提，定是上京非富即贵之家了。对了，魏老先生可有说过那奇香？老先生说，后天中毒不举的男人新奇的迷迭灵香能暂时解开不举之症，而传闻新奇皇室的女子自小就以迷迭灵香的水沐浴，不然传出新奇皇女玉体生香的说法。阿姐，这大狗狗好可爱啊！沈小姐啊，看来本王的狗很喜欢你啊。王爷，他在说什么呀？他说他虽与顾将军同名，但狗品是大燕境内1等1的好，希望本王邀沈小姐同船游湖。白毛大狗就喊了3声，会有这么多的内容吗？王爷真会说笑。哼，看来沈小姐是要拒绝我们家的蠢狗了。蠢狗，听见了吗？沈小姐不喜欢你，不愿与你同乘一船。白毛大
狗朝着天长啸了一声。他真的是狗，不是狼吗？沈小姐，看到了吧？沈小姐，请吧。阿姐，去王爷的船上嘛，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狗狗的吗？哎呀，去嘛，我想和他玩。好，上船，以后就叫你大白吧。衡阳宗师的故人琴是江湖旧友女宗师所赠，10年来不曾见衡阳宗师抚过琴，今儿真是有耳福，是不是啊，大白？故人情，盼故人。沈小姐可知这故人是谁？故人，或许衡阳宗师是在盼望王爷你。我曾听说王爷幼年之际颇为淘气，屁股都被衡阳宗师打开了花。陈年旧事的记得这么清楚，难道说沈小姐对本王娇贵的臀部感兴趣？娇贵的臀部。一日，熟睡的沈宁是被一团毛乎乎的东西给拱醒的，刚睁开眼睛就对上了大白憨憨的一张脸。大白，你循着味道进来的？沈宁只当大白极具人性，与他特别的有缘分。殊不知昨晚后半夜，燕云彻牵着大白到了沈府偏院的狗洞前。王爷这是做甚啊？养狗千日，用狗一时。大白，过来。就这般远远地注视着他，听着他的笑声和胸腔内怦然的心动声，就好像许多年前的三春山上。大哥哥，可不可以不走？阿娘，忘了我吧，忘了吧，忘了吧。王爷怎么来了？来看大白。日后还是请王爷看好大白，在我这里还好，若是走丢他处，落到了肉贩子的手上，那就是桌上的一盘菜。大白喜欢沈小姐，不算走丢，严格说，算是来寻他的爷爷。爷爷，这多少有些不合适。那日是我的无心之言。大白是一条好狗，沈小姐的话，她都会认真记下。哇，大白，你是来看我了吗？玩了足足一上午，大白这才跟着燕云彻回府去。这2日你时常去沈家？陈弟的爱犬与沈小姐有缘，总是偷跑出去找沈小姐玩。不听话的狗就炖了吧。诸位，紫金武堂将加一门奇学。习？我们是习武的，又不是要学琴棋书画。要不要你来当这师长？这是武堂的决定，而且武堂为你们寻大燕第一棋手来教导。圣上讲究武学要劳逸结合，就先在黄武阁试试棋学吧。稍后就会有棋手来教导你们。师长，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下，那个棋手是怎样的？老朽只能说，与老朽年轻之时一样的俊美诱人，秀色可餐。沈小姐，你觉得会是谁？是谁都行。而当他看见来人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北渊王，我今日不是王爷，只是紫金武堂的骑师，诸位不必多礼。燕云彻扫了一眼17就捧着个大盒子走了上去。盒子打开，是数日前被沈宁掰断的死蛇。沈宁，还有你，站起来。上京城的武堂，从燕军学宫到紫金武堂，都要遵守同样的规矩和武训，还有大燕的律法。据本王所知，20年前的燕京学宫有一位私下放蛇咬人者，全族都被流放了3000里。沈宁，你来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武将之后，又在上京长大，若知错犯错，当罪加一等。当然，若是有人对你做了什么，你如实说来，本王必将他亲自提上断头台，亲自斩首示众。叶静熙浑身抖了一下，小脸煞白，
而参与了这场纷争的同伴们额角都溢出了冷汗，紧张兮兮地盯着沈宁看。王爷，这蛇是我带来玩的，一不小心没有控制好力度就玩死了。作为阁主，我代黄武阁上下感谢王爷对我们的关心与厚爱。坐吧。作为棋师，我将教你们最伟大最复杂的棋。我相信我的学生们日后都会是世上最伟大的棋手。王爷，我在家时最喜欢和父亲玩五子棋了。父亲还说过，柳慧啊，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发扬五子棋，让那些庸俗的人知道五子棋的精妙乐趣所在。你叫柳慧？是，柳慧是小女子的名讳。难听。王爷，听说王爷身边美人如云，可我跟我等说说，如何让美人死心塌地的爱上自己？这不是胡闹吗？再说你动动手指都能想明白，王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又是天家贵子，哪个女子不喜欢啊？王二狗，你是不是有心仪的女子？哼，要我说啊，这男女之间的感情事情，我们在座的都是未经人事的姑娘少年，哪能晓得啊？沈小姐，你是成过亲的人，尝试过的东西比我们多，应该懂得很多，能跟我们说说吗？柳慧，你怎么就这么恬不知耻啊？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都是不知羞耻的话，你不要脸，你爹娘你祖宗都不要脸了吗？叶静熙，你发什么疯啊？我有说错什么吗？你，柳慧，过来。王爷，需要我做什么吗？本王需要你去死。17，属下在。拖出去，乱棍打死。王爷，要不要知会武堂一声？打死个人而已，不必。沈小姐，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事情的起因是柳慧针对他，若闹到了死人的地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王爷，罢了，你的血还不配弄脏王府的棍子。沈小姐，不准看书。不看书看你，那我还是看大白吧。大白最近怎么瘦了？想你想的。大白多吃，胖点好。沈小姐许久未曾宠幸大白，大白吃不下。王爷，我在跟大白说话。本王在替大白与你说话。吃子莫若父，本王得为大白最近的销售负责。沈小姐，本王的五子棋真的有那么没意思吗？王爷，我们能不能不提五子棋了？那提什么？我们之间为何非要提点什么呢？沈小姐，陪陪本王吧。今日是我母亲的忌日，许多年前，她是上京城唯一的角色。她很好，可以吗？王爷，那我可以看书吗？可以。好。就这样，他们一个看书，一个看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死在这一刻，他就能够永远留在这一刻，许久，就到日落西山。沈小姐，明日见。别笑了，有些傻。王爷，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没有。想来也是。大白，你娘不要你了。哎，沈小姐，你跟我去一趟北渊王府好不好？就一会儿，就一下子就行。我与王爷并无关系，我不会去的。17，你回去吧，我也该回了。沈小姐，求你了，我每逢雷雨天，王爷就像渡劫。昨晚他发烧到现在都还没好，这次的渡劫他更难熬了。王爷母妃去世的时候也是雷雨天，这是王爷的心结。看在太妃年轻时为沈家解围的份上，就求你看一眼王爷吧。采莲，你回到住所，换上我的衣服，躺在床上。我以你的身份去一趟北渊王府。小姐，务必谨慎小心呀。
本王不是说了，不准任何人进来。17，你是想死吗？哼，沈小姐。王爷，你该吃药了。我不要吃药，药苦，本王最讨厌苦的东西。那先不吃药，你去睡会儿，我扶你过去。男人躺下来的时候，拽着他的手一个用力，他便是扑入了男人的怀里。北渊王，还请自重。别吵，别推开我。王爷，那天的雷也像现在这般大。那天我亲手斩了我母亲的首级。苏太妃仙逝的那日，燕云彻不过才7岁，一个7岁的孩子亲手斩首了自己的母亲，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但沈宁在男人充满悲痛的眸子里，却是看到了大雨雷霆之中，孩子抱着母亲的残躯，对着苍天哭到声嘶力竭，哭掉了半条命。乖啊，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真的吗？真的，信我。沈宁便把自己的身子从他的身上挪开。不知道。我不走，但你总得让我换个姿势，好不好？王爷，你再不喝药，就得烧坏脑子成为傻子了。我去给你煎药。不喝。你若不想我去煎药的话，我去喊17，可好？不喝。燕云彻，听话，不听话把你卖了换钱去喝花酒。沈宁行云流水地从床榻上走下来，理了理紊乱的发，平稳了一下呼吸，才踏出屋门。17，沈小姐怎么样？王爷如何了？高烧不退，有药吗？他现在需要退烧。对了，这王府怎么空荡荡的？除了你和王爷就没别的人了。王爷有很多的别院和府邸，那些个地方都很热闹，就北渊王府只有我才能陪着王爷，药一直在煎，我这就端来啊。门被我踹得掉地上了，你去修下门就可以休息了。王爷这边先交给我，有什么事我就喊你。一切都听沈小姐吩咐。原来沈小姐也这般关心我家王爷，我家王爷可真有福气。我会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好王爷。我不喝药，死也不喝。喝不喝？不喝。沈宁伸手过去，直接揪住了男人的耳朵。喝不喝？喝。做好了。哦。沈宁一勺一勺地喂给他，两人没再说什么话。小时候觉得药苦的时候，母亲都会给我备一份蜜饯。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我喜欢大白那样的。他是狗。那也是狗中龙凤。你要走了吗？我不走。男人一拉，他便是卷入了锦被之下。我是他娘，我是他娘。不过就算是他娘，关系也不至于如此啊。算了，就当是个傻儿子吧。沈宁醒来的时候，外头的风雨雷电都已经停下来了。他惺惺忪忪地睁开眼睛，察觉到腰间的手，沈宁的瞌睡瞬间就没了，便用2只手指去提燕云彻放在自己腰上的手。别动。王爷。男人睡得很沉，没有回应他，但好在燕云彻没多久，双手的力道就减少了。他连忙脱离男人的怀抱，用此生最快的速度溜之大吉。沈小姐，这2天1夜辛苦你了。2天1夜？是啊，都过1个晚上加1个白天了，王爷的烧退了吗？沈宁闭上眼睛，艰难地点了点头。啊，那就好，那就好。送我回紫金，以采莲的身份。啊，我差点忘了这么重要的事，真是该死。沈小姐，我这就送你回去。王爷，沈小姐去顾家了，该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吧？那我家王爷岂不是要孤独终老了？和本王有关系吗？滚下去。属下滚了。
姓顾的，是不是很讨厌？本王和他掉进水里，你娘会救谁？男子眉开眼笑。哼，说得对，肯定是要先救本王的。啊，你想去顾家？那便去吧，本王不反对。阿宁啊，你还能记着为娘的寿辰，为娘的心里啊暖得很。好孩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也没什么隔夜仇。为娘啊，就知道你是能理解景南的。顾老夫人，说完了吗？阿宁，这是你娘，你怎么对长辈说话的？长辈，娘。我娘是大燕一品诰密夫人，年轻时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救人无数，甚至惊动了彼时雪女城的城主。不知顾大将军所说的娘指的是哪一个？沈宁，如若顾将军说的是顾老夫人的话，那我早就与你结束了夫妻关系。你的母亲与我沈宁有何干系？怪我，今日高兴便多唠叨了几句。阿宁，你快入座吧。我的意思是，你说完了，便该轮到我说了。入座大可不必。我今日前来顾家，是要回我这3年为顾家赚的每一分钱财。沈宁，沈宁，我不曾想你是这般俗气之人。若我当年知晓，你竟满心满眼都是钱财，你什么？你不会看上我是吗？我竟不知你何来的脸面，竟敢谈当年。当年顾锦南是什么货色？不过是我年少无知，一时眼瞎看错了人。你还真敢挑3拣4了。沈宁心平气和地笑了笑，眼角却是漫开了一抹红。你在外3年，你母亲生了一场病，把你的俸禄都用完了。这个府里的新鲜东西，有哪几个是出自你手？你说得出来吗？你说不出来。沈宁，我给你3分颜色，你是看在沈将军的面子上，要不然我儿大将军岂容你指着鼻子骂？我将军府岂容你来放肆？你这般不识好歹，我也没必要对你和颜悦色。顾家钱财都是我儿顾景南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采莲，奴婢在。把东西拿来，让黑水街的顾老夫人好好见见世面，长长见识，也让来顾府的诸位贵客好好瞧清楚。这账簿是北苑长街第1家铺子的账簿，剩下几家铺子的账簿都在这里，所赚的每一分钱和支出都记在上面了。顾老夫人，这字据上记着，你正编之时花的钱财都是顾景南的俸禄，此事一查即知，很明白的。还有这2个簿子，这是另外2个地方的进账。哦，还有这个字据，是当初买那几家铺子的时候立下的。顾老夫人，您忘了吗？所以说你这些日子卖我沈宁的家产是何用意啊？沈宁，你莫要欺我母亲。按照大燕律法，丈夫和妻子是可以平分钱财的。像我这样有功勋在身的人，还可以得7成钱财，大不了给你3成。什么叫卖你的家产？是吗？可我沈宁当初购买铺子的钱财是我从沈家借的，过期不还那就是沈家的东西。沈宁，我以为我们曾经是坦诚的，原来你对我从未坦诚过，从未。你口口声声在家辛苦，却满腹的算计我，算计我的母亲。你的意思是我当初嫁你是为了算计你？我沈府家大业大，何须算计连小门小户都称不上的顾家？顾将军，做人要厚道，莫要太抬举自己，更别为了不愿还钱，似戏子般在这里惺惺作态，掉几滴饿狼的眼泪。你当真就是个好人了？蓦地轻轻一抬手，采莲和陈欢欢顿时心领神会，走向了宴席当中。让一让，让一让，麻烦姑娘挪一下贵臀，这椅子是我家小姐的。沈宁，这些是顾家的钱财，你有什么资格动啊？顾老夫人听说过收债吗？听闻老夫人把铺子卖了天价，
而没把这笔钱还出来之前，你顾府的任何东西都是用来还钱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沈宁，你沈宁仗着沈家之女的身份，来我将军府打家劫舍，与本将无礼。本将可将你擒拿，先斩后奏。来人，把他拿下，取本将的刀来。将军，做什么？沈老将军带着3000府兵，把府邸外包围了。那3000府兵，都是上过很多回战场的。当初惨烈的北幽之战、皇城之战，还有翠微山一战。沈老将军，这是……年纪大了，带着老兄弟们出门溜溜马、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顾将军难道有什么意见？老将军，你看你把这毛头小子吓成什么样子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要把这顾府给踏平了。嘿呀，这顾将军啊，还是太年轻了，没见过老将军这等阵仗。人呐，还是得活久一点，才能什么都去看一看。这点阵仗算什么？当初姓邱的那个杂碎啊，在翠微山一战的时候，直接被老将军把脑袋挑起来挂军旗上了。犬吠之声不合时宜地响起来。北渊王，属沈某和沈家府兵不得下马相迎。沈老将军腿脚有救急，又是大燕之重臣，不必行什么礼。而且本王就是闲来无事遛遛狗。景兰，还不快向沈老将军问好。这狗倒是有趣。王爷，此犬名为景兰吗？好名字，太适合他了。顾将军，沈老将军，燕齐纷争3年征战，辛苦了。听闻这3年，我儿沈清风去过你那边几次，可有此事啊？是有这么回事。大齐出了个行兵的鬼才，被称之为定海大将，刀法不仅出神入化，行兵布阵更是多次以少胜多。顾将军初次与之交战，可是吃了好些亏啊，不曾想后面竟能反败为胜。顾将军确有谋略英勇啊！顾景南背部的衣裳彻底被汗水给打湿了。西岐的定海大将当时把他给打得节节败退，不出3月就夺回了几座城。正当顾景南焦头烂额、夜夜难眠之时，沈清风忙里偷闲，赶到来燕齐交战之地出谋划策，为其渡过了难关。那会儿恰逢第1次与蓝莲枝交战，顾景南又受了伤，为振军心，沈清风戴上了面具，以他的身份击退了敌国的定海大将和永安公主蓝莲枝。顾景南由衷的感谢。你终归是我妹夫，6妹刚出生就夭折了，而我们几个如今也只剩下这么一个妹妹。景南，别怪沈家，沈家从未不接受你，只是有些事需要时间去证明。你且看10年后，你顾景南若成为大燕之脊梁，我沈家二郎不说为你鞍前马后，但绝对有你一呼百应。景南啊，别负我阿妹，别让她伤心。她是重感情之人，每回伤心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闷在心里。你是她看上的人，我们都相信她的眼光。沈老将军，听说顾将军得家人青睐，恭喜恭喜啊！顾将军，你不是要先斩后奏斩了我家小姐的吗？冒昧的问一句，要等到何时呢？顾将军想斩了小女？沈老将军，都是误会，是阿娘她不分青红皂白就来了。顾将军，有话好好说，你何故对沈老将军动起手来？顾景南要行刺老将军，快保护好老将军！顾将军，你糊涂啊！怎可对老将军动手？快拦住顾将军！打累了还顺带擦擦汗。哎呀，年纪大了，不服老就是不行了。顾将军一个人就差点把我们这群老东西给干得进棺材了，太可怕了，吓死本王了！
事关两府，诸位秉公办理即可。是。官府之人毕恭毕敬地低下了头去，着手处理顾荣转卖沈家店铺的事情。爹，锦南是我的朋友，你这么做，岂非是陷我于不义之地？事后让我如何去面对锦南？你一介官媒，他一方武将，若非必要，有什么见的？爹，等来日锦南官途更上一层楼，他娶了永安公主和灵珠姑娘，看你怎么去巴结顾老夫人。顾家大厦将倾，徒有虚名的东西，高楼坍塌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你懂什么？你呀，就是眼皮子太浅。那顾景南见异思迁，清风宗长老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把女儿嫁给这种男人。他所谓的功勋实绩，那是跟沈家息息相关的。若无沈家，能有他顾景南的今朝？可恨他顾景南目光短浅，看不清。你呀，日后最好少跟他来往。你爹我虽是奸商，但作为男人，此生只娶你娘一人，比他顾景南强多了。你也别看那沈宁是个女儿家就看轻了她，正因是女儿家，在某些事上她所面对的风浪远超你的想象，而她能这般冷静睿智，顾府充其量是她的狗掌之物。我不求你去攀高枝，但也别把沈家得罪太狠了。沈宁，你会不得好死的，你沈家都得遭报应。这是安神宁心的药，你先把药喝了。我的钱，我得去神丰钱庄把我的钱拿回来。不用去了，钱庄里的顾家积蓄都被府衙的人拿走，送给沈家了。莲芝，你是骗我的对不对？快跟我说，你是骗我的。傍晚府衙来人通知顾家，必须在半月之内把欠沈宁的2000两银子还给沈宁，但顾家没有钱了。哎呀，我儿是大将军，大将军啊！济南在哪儿啊？他怎么不来看我？顾济南情急之下丧失理智，欲对沈老将军动手，被沈府3000杀，揍得肋骨断了几根，身上各处都有伤。沈大公子今夜这般，是归心似箭呐。那可不，沈娘宁新婚21才上京，据说媳妇儿的小手都没签呢，一去就是2年，能不着急吗？蓝莲芝闻声回眸望去，蓝莲芝便是看到了他们的背影，瞳眸蓦地一缩，那背影似曾相识。你走吧。为什么？本将的刀，一不斩废物，二不斩女人，刚好你2者皆有。提刀骑马，英姿勃发地往回走。今日蓝莲芝眼前的背影与昔日所见重叠在一起，竟是那般的相像。这不可能！阿宁出嫁3年后，感情不和，休夫回府，回府将近2个月。这段时间，府内府外杂七杂八的声音，本将当然有所耳闻。这次的家宴是为阿宁接风洗尘，洗去过去3年的晦气，也是为你等洗一洗那不中用的眼睛。街头巷尾什么声音都有，好的坏的终有人去说，父亲何必去管？当时多注意注意自己的身体才行。清风作为长子不在家，我身为长媳，定要对二老的身体负责。阿宁也是我的妹妹，关于此事，我也会竭尽全力而为的。街头巷尾有什么声音，本将管不到，但在本府，在沈家，就不允许这些声音的出现。沈宁，她是我沈国山的女儿，这个家只要1日还是我沈国山当家，你等就1日不能对她说3道4。不管她今时今日是何地位，不论这个世道是什么样的世道，谁敢跟沈宁过不去，就是跟我沈国山过不去，动坏心思前也得问问本将的刀答不答应。
阿宁是沈家货真价实的千金小姐，这还能有假不成？这孩子是我自小看着长大的，谁要欺负他，我可是第一个不答应。好了，既是为阿宁设的家宴，就该多吃点儿。你没看见青山的肚子都已经叫了好几轮了吗？拿快，夹菜吃啊！父亲、母亲，有一件事忘了跟你们说。即使忘了说，就别提了，晚点再说吧，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的。弟妹，你就让他说吧，纳兰这孩子心眼好着呢。你家金风娶了这么好的姑娘，那是我们沈家祖上冒青烟，有大福气。既是要说，那就好好说。是这样的，江湖上不是有个大名鼎鼎的沈家，与我们上京沈家是有着同一个祖宗。正因那一次沈家有人分家去了江湖闯荡，沈家才有了不分家的祖训。听说江湖那边打算分出个堂主还是什么的位置，由上京沈府来挑选胜任人选。而且麒麟军虽然给了皇家，但圣上不也说了，副统领的职位还是沈家的。你想说什么？儿媳想说的是，清风戍边一去2年，圣上因大齐的归降而高兴，让金风回京。这副统领的位置，没人比金风更合适了。至于派去给江湖沈家当堂主的人选，也可以是金风呀，又不是非要过去，只是挂个名罢了。如此一来，金风也不用常年累月的吃戍边之苦，能常年在上京照顾二老啊。说起来，我家这大儿子按年龄来算比金风大好些岁，是沈家的长孙呢。他早年走南闯北，又时常研读兵书，不管是去江湖当堂主，还是去麒麟军做副统领，都是不二人选。大娘，若论实力，你儿比得上金风吗？比不比得上，由不得你说了算。纳兰，你莫不是身边没个男人有些耐不住，才想方设法的要让金风回来吧？我所说的话都是金风的意思。你们不管金风在外的死活，我作为他的妻子，难道还能不管，不去心疼吗？是吗？既是我的意思，那我怎么不知道我沈金风有这个意思？怎么，瘦了？五哥每日都逼着我吃肉，过些日子就胖了。逼得不够狠，该打。好，饭后我就等大哥来打。顾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大哥，抱歉。跟你大哥说抱歉，看来是胆子大了，不怕军棍伺候。人生在世又非神仙，哪能事事都做好，路路都走对，人心隔肚皮，谁又能一眼看清啊？这般正常之事，何来的抱歉？是他顾景南无福，留不住我沈家的有福之女。至于修夫的事，做得很漂亮，这才该是沈家女儿该有的气魄。他若有情，便生死相随，无怨无悔；他若无情，便弃了休了，一刀两断，永不回头。阿宁，你很好，大哥为你骄傲。大哥，阿杰可厉害了，都重新习武了，还通过了紫金武堂的秋季考核，如今已经是黄武阁的阁主了呢。过几日紫荆与凤鸣要切磋，大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收好了。好的差不多了，边关距离上京很远，大哥一路辛苦了。不辛苦。秀柏，顾剑南在何处？大哥要做什么？杀了他。大哥，不可，顾景南还不配弄脏了大哥的剑。大哥逗你玩的，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当真了？来，吃饭，多吃点肉，像青山那样。阿宁，你大哥最疼爱你了，日后在外头受了委屈，就跟你大哥说。但顾景南真是坏透了，负我阿宁的一往情深。这种不喜爱自己妻子，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的男人，便是祖上无德，品行有亏。
这满桌的饭菜都堵不上你的嘴吗？不想吃的话，这顿饭你也别吃了，去宗祠好好的跪着，好好的反省反省。下去，是你自己去，还是要我送你去啊？阿娘，纳兰嫂子向来是个热心肠的，又没坏心。那你陪她一起去宗祠跪着，还不快去？唉，要是老二、老三和老四还在上京，便就好了。大哥，我敬你一杯，喝了这杯酒，咱俩各论各的。我叫你大哥，你管我叫爹。不。就在这时，那身影，倾城，秀北，妾身，我出去一趟，等我回来。沈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喝了多少酒啊？16是吧？想喝酒是吗？我也不是小气的人，来，给你分一坛。你面对北渊王那样的男人，很辛苦吧？真可怜。别难过，一辈子也没有多长，忍忍就过去了。下辈子别让他当主子了，脾气不好，审美还不行，还不知道好好喝药，不乖。王爷，属下也不知道这沈小姐怎么喝了酒就变了个人似的，属下真没跟沈小姐抱怨过王爷。沈小姐，她是酒后胡言。酒后胡言？难道不是酒后吐真言吗？沈小姐，你喝醉了，真好看。你知道吗？我幼年时也见过这般好看的星星，人都是会走的，星辰也会离我而去，只有我的枪才会不离不弃的陪伴我一生至终了。你走吧，我长大了，我不爱看星星了。燕云彻抿唇不言，心口阵阵的发疼。那年被10名大宗师追杀的他，不得已离开了三春山。后来燕云彻处理完自身的麻烦事儿，重回上京，却看到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数年来，他如陌路之人，不曾打扰过他，只独自在望月楼饮酒看夜，也看他。燕云彻让魏老先生再配了一副药，无声无息地送给了顾景南。1年，就1年，他会想法子把顾景南送上最高处，也想看看顾景南是否身处何位，都会待他始终如一。沈小姐，抱歉，是本王不好。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2、3。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大白，来跟爷爷喝酒，别学着北渊王欠揍的样子，当狗没什么不好的。不准喝了。去看近在咫尺的俊脸，怎么看都是个大白。他歪着头一笑，亲在大白的脸上，下意识的又抵住了女人的唇。就在理智被焚烧殆尽的前一刻，燕云彻清醒了过来。下回再喝酒，本王就把大白阉了。小二上酒，要敬重最好的酒。本王比大白俊多了。沈公子可是在找沈小姐？王爷，你不该回京，更不该招惹阿宁。孩童无忌，三川山上说的话，
王爷别往心里去。三春山的事情，沈家如今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只字未提。当初魏老先生给沈宁配了药，让沈宁忘记了三春山上的那个人。我知道。罢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也终将会过去。我的妹妹，我会照顾好。我不会再让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来以爱之名去伤害他，不管那个人是谁，有多大的权势。阿宁，记好了，这世间的男子没一个是好东西，包括他自己。云彻，你来的正好，神农谷的老神医正在为朕诊脉。那神医啊，给云彻也看一看。朕的这个皇帝啊，打小身子骨就不好，幼年时生一场病，父王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连早朝都忘了去啊。皇兄又在拿我说笑了。怎能是说笑啊？云彻怕是忘了，那年朕的生辰，父王原先说好了来朕这边，却不想到了晚上陪皇帝你微服出宫游玩了。臣弟是陪父王出宫，却给皇兄挑选生辰之礼。老神医指腹抵在男人的脉搏上，闭目感受了好一会儿。老朽曾听闻，大燕的皇子之中，皇子云彻有大宗师之资，不出20年必成大宗师。没想到王爷体内竟无半点内力，甚至气虚体弱，需要好生将养才是。习武之事需刻苦勤勉，本王既是天生的享福之人，又何必多做那无用功呢？常言背靠大树好乘凉，本王有皇兄护着，既不愁吃穿，还能以权压人，当然得好好享福。皇兄，你说是吧？你呀，大齐送来了几个美人，如花似玉，倾城之色，你且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还是皇兄了解我的爱美之心呢。当他背对着青鹿殿门的刹那，半隐在夜色的面孔瞬间收起了全部的笑容。确定吗？老朽可用爱徒的项上人头起誓，北渊王绝无半点学武的可能。若他这身子能习武的话，神医谷的医师们都能去修仙了。哦，那真是太可惜了。娘，我想知道倾城阿姐的事。哎呀，倾城是个好孩子，当时我和你爹都已经在准备金风与他的婚事了，但是没有多久，纳兰家的人带着纳兰晴找上门来，说是怀了你哥的孩子。原来在那数月前，他与你哥……纳兰一家说话的时候被倾城听见了，纳兰晴跪在倾城的面前，清风是死活也不同意，是倾城劝的他。大哥当真做了让倾城阿姐伤心的事？为娘当时和你一样不信呐，认为这是纳兰家做的局。因而我当天就让影子去查了。查出什么了？查出来的和纳兰晴所说的8、9不离10。那天国山教训了你哥一顿，你哥被太子那些人拉去喝酒，那酒呢又不是什么寻常的酒，是最烈的东篱酒。你哥喝醉了拦不住，非要自己回府，却是误入了纳兰晴在城郊外的屋子。这事儿虽说是无心之事，但确确实实也怪你哥。他既已许诺给倾城，就算后来是喝酒误事，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为娘再不喜欢纳兰，但她毕竟是个姑娘家，这个世道
女子的贞操那是大过天的事儿，未婚先孕4个字儿可是会吃人的。哎呀，京风就只有一个，自不可能让倾城做妾了。就算是平妻，也是对她的侮辱。沈家的男儿是从来不纳妾的，可纳兰那边怀有沈家的骨肉，若非他做局，当然不能够置之不理了。你应当还记得，恰逢当时你爹被几个军机大臣联名弹劾，说是他叛国，还是周老丞相那些人力保你爹拖延了时间，才反将了他们一军。正值多事之秋啊，若是再让人知道沈家长子连亲生孩子都不要，让人未婚先孕还弃之不理，那沈家历代用血肉拼出来的名声都将会毁于一旦呐。所以倾城阿姐既为顾全沈家，也因痛心，就远走他乡了。哎呀，阿宁啊，也是我们沈家无福，不能娶来这般好的儿媳呀。郑蔷薇母女俩不知道的是，纳兰晴时常拿孩子刺激叶倾城。倾城姐，等孩子出生了，就叫你干娘如何？你有没有觉得这习武之人就是不一般？你该不会还没和金风他……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你们感情这么好，早就……倾城姐，我和金风大婚那天你一定要来呀！你要不来，我肯定会遗憾的。听说你绣工很好，可以帮我和金风绣件喜袍吗？金风，有事？我们回去谈好吗？有事就在这里说。关于叶倾城的事，你确定要在这里说？走。倾城怎么了？有一件事我忘了跟你说，这2年我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你说。事关倾城姐的清誉，她又是你最爱的人，我不敢乱言。但一日不说，我这心里便一日不痛快。说。我还没怀孕前，有一次在荷花巷见到倾城姐私下上了三皇子的马车，孤男寡女，谁知会做出什么伤风败？纳兰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真的看见了，我是你的妻子，你为何就不信我？你若再诋毁旁人一句，那你就再也不是我名义上的妻子了。金风，不要走，我已经2年都没见过你了，就连我们孩子的忌日你都不肯来，我是做错了什么？你这般怨我？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比叶倾城少啊。叶倾城是叶倾城，上京大燕人世间独一无二的叶倾城，不要拿你跟他相提并论。我曾认为对你有几分善心，可敬你几分，但当我得知你曾对倾城说过那些话的时候，我便不会再敬你半分。金风，你为何就是不肯相信我呢？我真没有乱说过话。若在当年，我或许将信将疑，但在现在，我当全然信之，就因为你刚才都还在试图污蔑他。三皇子乃天子之儿，比我沈金风好1000万倍，他就算与三皇子在一起，那也是天造地设的般配，何来的伤风败俗？纳兰晴，当初娶你之前，我说过，我们或许会有夫妻名分，但永远不会有夫妻之实。你或许以为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沈家男儿所说过的话，发过的誓，不会随时间而改变。金风，我是你的妻子，你唯一的妻子。你指责顾景南的时候，可有想过，我也如沈宁那般，被丈夫伤透了心？别提阿宁，你不配。哼！你来沈家不久，就给了你管事的权利，从未苛待过你，你却私下去贴补你的兄长。往后的日子里，你若安分守己，你该有的
沈家不会亏待你。你若私下再做出格之事，我沈金峰就算被大燕上下的百姓们骂是无情无义之人，也要休一回气。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为何离开三春山是吗？是。有人花钱买我的命，被10个大宗师追杀了。大宗师10个？难道说当年的血杀令是对你下的？燕云彻点了点头。你是怎么做到的？本王在极北之地救下了一名女子，那个女子她说她叫叶倾城。她在哪儿？大概是在带孩子吧。她的孩子应当会像她一样好看。本王何时说了是她的孩子？是我辜负了她。我曾还怨怪你，却不想自己连你都不如。你起码是被大宗师追杀，而我是酒后误事。师兄，你觉得你是个会酒后误事的人吗？王爷这是何意？顾将军非我良人，怪我无知，错以为那是年幼时盼望的爱情。好在你我并未成婚，有缘无分，便做不成夫妻。大齐女儿蓝莲芝，祝愿顾将军与江姑娘举案齐眉，白首一生。娘，我都说了，莲芝她人生地不熟的，又是异国他乡，你总得多照顾照顾她。锦南，莫急，你也说了，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她一个女儿家，虽是公主，还是战败国的公主，来世除了那一把枪，连个值钱的东西都没。就算要讨生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呀，就是小女人脾气，闹闹性子，怕你在乎，过些日子想通了，自然就会回来。安国是个好孩子，皇上，楚燕那孩子与安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今2人都不小了，或许可以结秦晋之好。北渊王到。皇上，安国并无婚嫁之想法，只想在上京城感受圣上所赐的天子恩德，不愿一心两用。好好的，你这孩子怎么又跪了？快起来！朕与皇后都是随口一说，婚嫁之事急不得。你若看上了谁，日后说出来，朕差人给你绑到府上去。沈将军若是看上了皇帝我，皇兄，你也要把我给绑去沈将军的府邸吗？你呀，还是这般不正经，也不想想自己多大的人了。安国如今是朕的义女，你说说，是你的什么人呢？17皇叔，你后院的美人够多了，怎可欺负了沈将军？皇兄，看你生的好儿子，目无尊长的，属实该打。别贫嘴了，快坐吧。怎么又来得这么晚啊？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吵架，顿感有趣，便多看了几眼。本王身边并无美人笙歌。沈宁侧眸看了看四周，发现就只有自己听到了这声音。这位爷是在解释吗？有够久的。王爷富得流油，该不会是连马车也没有吧？马车是什么？能吃吗？不能吃，能睡。别听常武胡说。原来这厮还在纠结于常武皇子所说的17皇叔后院美女如云。不听他胡说，听你胡说。本王未曾胡说。你说了算。沈小姐。大白很想你。王爷，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眼睛很好看？本王哪里不好看？大燕第一美男，并非浪得虚名。沈小姐，听闻沈云大宗师一表人才，英俊潇洒，能与本王相较一二。沈小姐觉得他如何？我谁都不救，如若可以的话，还想多放点水。王爷。到沈府了，王爷请自便。听闻狼群失控，还以为你出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大宗师，我没事。你身上有血。是狼的血，我又非大宗师那般厉害，能在杀狼过后还片血不沾。我帮你。几乎在刹那之间，
素白的长衣就焕然一新，恢复到了干干净净的样子。沈大宗师，你还要抱多久？抱歉，是沈某失了礼数。下回注意些就好。可我不想注意。莫要恼了，将军面前岂敢不注意？既是下不为例之事，若再失礼数，沈某任由将军打骂。沈小姐与沈大宗师的关系当真是好呀。原还以为沈小姐是有意我17皇叔的呢，没想到大宗师一来，我那17皇叔竟什么都不是了。明华，莫要胡言。皇妹还是个孩子，不知事，总是口无遮拦的。沈尊莫怪。太子殿下说话倒是有趣。本尊有生之年，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么老的孩子。太子皇兄，沈尊说的是，明华都这么大的人了，若还是孩子的话，在座的诸位，哪个又不是小孩呢？明华，还不给沈将军赔礼致歉？沈将军，抱歉，是本公主失礼了。既是知错，改过就好了。沈宁，我不是说了吗？公主好好改过便可，又何必追着我来要道歉？我这人呢，一向是宽宏大量的很，公主不必被此事所拘束。本尊的脚踝崴了，怕是要借贵院的马车一用。大宗师要用的马车岂有不借的道理？我这就去跟陈琼他们挤一辆，这辆就给大宗师您了。将军便这般讨厌本尊？不是讨厌，是男女授受不亲。将军可以把本尊当成女人。沈某也怕大宗师有断袖之癖。那把我当大白好了。听闻古时有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犬之恋。沈宁，男人恼了。将军，我失礼了。烟云彻，下一刻直接狠狠地咬在了对方的唇上。抱歉，我也失礼了。此等事也需要争强好胜一番吗？阿宁，是我不好。你很好，从未有过不好。适才，你是先想到北渊王还是沈云啊？我先想到大白。哦，宁儿，冬日寒霜露重，该多穿些。你若受了个风寒，要本尊如何活？大宗师，听闻红梅园出事了，我与灵珠颇为担心。如今见到大宗师，便也不担心了。有大宗师在，何愁那些野兽冲园伤人？灵珠与顾将军不请自来，沈将军可会责怪？自是欢迎，还请江小姐入府。我与灵珠原是打算在明年年初成婚，不过北幽出事，圣上有令，上京半年之内不可大肆操办喜事，便打算到明年的年底再成婚。到时沈将军作为我曾经的第一任发妻，自然得来才是。顾将军，我便不去了，我怕江小姐学着我去休夫。顾将军作为列国第一个被休的男子，已是列国之笑话了。听闻永安公主也将顾将军拒之门外，到时候江小姐若也休夫，顾将军你岂非要被休3次？你不觉得丢脸，同住上京的我还觉得丢脸。沈大宗师事务繁忙，你且先回吧。好，沈某品德高尚，性格纯良，专一不二，日后不怕被将军休。走了。清风呢？大公子刚去了清幽堂。听闻红梅园出事了，狼群冲向了沈宁。是的。那沈宁怎么还活着呢？沈惊风才是老战神的长子，怎么事事都轮到他沈宁出风头了？不就去了一趟北幽，杀了一个陆前舟吗？圣上靖风起义，在镇南将军，还收为义女，封为公主。夫人莫要多想，你终归是大公子的夫人，沈宁再有能耐，也只是妇道人家，翻不了天的。你说，北幽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就偏偏沈宁活了下来？沈将军，
老医师是京中前辈，与我有救命之恩，不必多礼。今夜请老先生前来，有一个不情之请，或许会违背老先生从医的原则，但这件事对于沈家来说颇为重要，因而沈宁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将军，请说说看。纳兰晴是我沈家长嫂。沈宁娓娓道来。老朽愿试一试。夫人，金油堂的采莲来了，说是宁小姐请夫人过去商榷顾府欠钱之事。我就说他沈宁怎么有那么好心，让我去催收顾府的钱，还说给我。没想到我聪明一试，竟着了他这么浅显的道。夫人，这金油堂是鸿门宴，我们还要去吗？走吧，阿宁。天色已深了，不知此时唤嫂子来是为何事呀？阿嫂，你看，可是喜欢？喜欢。你看这花像不像是顾家还给阿嫂的钱财？嫂子不知阿宁此话何意？没什么意思。小姐，是魏老医师来了。让老医师进来吧。魏老医师怎么这个时间来清幽堂呀？北幽落下的伤势尚未痊愈，今日又在红梅园与失控的群狼对战，扯动了些伤口。魏老医师每年都会进府给爹请脉，与我又有救命之恩，阿嫂不必担心，魏老先生是信得过的。说起来，阿嫂曾经失去过一次孩子，只怕是伤了元气。不碍事的，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调养。调养归调养，但还是要对症下药才行。魏老医师的医术曾木泽于神农谷，是世人有所目睹的，旁人请都请不来。不妨让魏老先生帮阿嫂看看身子吧。不用了，阿宁，你的身子才是最重要的。这可不行。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长嫂也知道，今日之沈家虽不是我沈宁来当家，但沈家大小之事我都可以说了算。因而作为妹妹关心长嫂，岂非理所当然之事？长嫂又何必大惊小怪，让旁人瞧了去，还以为长嫂是对我心生不满。我不需要你的关心，要也是你阿兄和爹娘，由不得你一个小辈来代祖越袍。那我今日还就越俎代庖了，劳烦长嫂忍耐一下。沈宁拍了拍手，陈欢欢、萧初晨提着兵器走了进来。你们做什么？我家夫人可是大公子明媒正娶，大花轿从正门抬进来的妻子，你们要不要试试？是你的脖子硬，还是我这把刀更硬？小玉两腿哆嗦着发软，无力地跪了下去，而后便见陈欢欢二人按捺住挣扎着的纳兰晴，由着魏老医师给他把脉。老先生，长嫂的身子如何？她前2年掉过一个孩子，只怕伤了大元气。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会呀？夫人她的脉象来看，是从未有过身孕的。这不可能！沈宁，你就是故意陷害我的，我待你不薄呀！你何至于如此对我？你们沈家何至于如此对我？魏老先生是三春山的名医，从未做过害人之事。你纳兰晴何德何能，想被魏老先生坑害？纳兰晴，我敬你为长嫂，你竟然能做出这等事来！既无身孕，当初又为何要以子要挟？人在做，天在看，究竟是我沈家陷害你，还是你纳兰晴害我沈家不得安宁？你以为3尺神明会放过你吗？你做的肮脏之事，终会大白于青天之下。我当以沈家的家法，把你这害人精就地正法。欢欢，把他给我剁碎了喂狗。是，沈家并未有过砍人的家法，以后就有了。你若承认，
我顾及沈家颜面，让大哥以其他的理由休了你，留你一条命去苟延残喘。可恨你害人害己还不自知，与其让你祸害我大哥一辈子，倒不如我背上千古骂名，将你剁了便是。我的手上死过不少人，不差你纳兰晴一条。剁了。好嘞，我承认，不要杀我。他百般不理解，为何这位魏老先生能够看得出来他当年的伪装呢？当年的那个孩子虽然是假的，但是经由高人指点，且还请出了神医谷的名医，给他找到了相当好的药方，因而才能够欺上瞒下，骗过沈家的这些人。纳兰晴，若非是你，王阿兄便能与倾城阿姐喜结连理。你以爱为名害我阿兄，我当与你不共戴天。那你呢？你沈宁又是个什么好东西？不过是顾家不要的女人罢了。你这下堂妇，曾与沈家决裂，与我又有什么差别？你当真以为没有我，你大哥就能和叶倾城在一起吗？我告诉你，哪怕没有我，你大哥也不可能跟叶倾城成婚。沈宁，你多了不起呀！镇南将军，安国公主，但你踩着北幽战士的尸体博得光荣，你午夜梦回时就不会害怕吗？你总是这样看着我，总是高人一等。是啊，我纳兰晴进入神府确实不光彩，但爹和娘他们这么疼爱你，器重于你，你为了个男人丢掉他们，你又是哪门子的光彩？够了，娘，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别叫我娘，我郑蔷薇可担不起你的这一声娘，还请你呀，回到纳兰家去吧。清风，我是你的妻子呀，你一定要相信我呀。清风，事情不是那样的。那是什么样？因为你的弥天大谎，无欲无爱，分隔天涯，我总以为是我的错，我该认。纵然我有千万个不想认，但沈家祖训，责任、担当、道义不可或缺。你口蜜腹剑，佛嘴蛇心，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错诸多事却不知悔改。当年因为你暗藏祸心的旁敲侧击，害得倾城孤身一人远走他乡。这段时间里，阿宁因为你的心有不甘，而遭受了多少流言蜚语。纳兰晴，我沈清风一生光明磊落，行得端坐得正，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做事，不悔过往的每时每刻，只后悔娶了你这个心术不正、满口谎言的女人。来人，去笔墨纸砚来，我要休息。清风，我只想嫁给自己最心爱的男人，我何错之有？你没错，错的是我，是沈家，是这大千世界。错在没能早日看清你的真面目，任由你兴风作浪到今时今日。错在没能娶倾城，而娶了你这个女人，我沈清风才是大错特错。从今往后，一刀两断，你不再是我沈清风的妻子。纳兰晴，滚吧，滚出沈府！不，你不能休我，不能！我不同意，我绝不同意！你们沈家现在正在调查北幽之事，你们休了我，岂能堵住天下阴幽众口？纳兰晴，你真是执迷不悔。来人，把他带下去锁着吧。此事且不惊动沈家内外的任何人，还请每个人都守口如瓶。本尊有一个朋友，前一日还与心上人两情相悦，诉说衷肠。后一日，那心上人便疏离冷淡的似普通人，这是何意啊？尊长，您的朋友遇到负心人了，既诉说衷肠，又不给名分，这不就是耍流氓吗？岂非始乱终弃？本尊的朋友相当的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岂会不给他名分？尊上，你是不知道，
男人娶妻娶贤，女人找夫婿，也是要找合适的。那种生得俊俏的，都不会付诸真感情。你很闲吗？尊上，我刚忙活完，准备休息呢。别休息了，去抄500遍的好人七律吧。明早之前抄不完，本尊就抄了你的脑袋。好端端的，尊上怎么了？抄你的好人七律去吧。尊上的桃花刚开，就被你3言2语说没了名分。不抄你的脑袋，去抄谁的？光耀，云彻，云彻，光耀，好好做人，做人总比做狗轻松。小宁酒量不好，酒品也差，辛苦大宗师帮忙送一程了。啊，应该的。大宗师毕竟是外人，怎能是理所当然的？沈大宗师，我妹妹修过1次符，我不想让她修第2次，不是不能修，是修复简单，但一个人要反复从阴影里走出来，纵强大如她，亦会崩溃。她辛苦要摆脱从前的阴影，世上却总是有人不辞辛苦，翻山越岭来到她面前，只为了提醒她回头看那个阴影，恨不得如复古之躯一样缠着她。她从不是软弱之人，她不会逃避，更不会后悔，她只会接受阴影，再从阴影里走出去。这一段路不长，却很难走。我就这一个妹妹了，不盼望她大富大贵，我只愿她平安顺遂，一生喜乐。只要这样，请大宗师好好的想一想，婚姻和感情都不是儿戏，更不容儿戏。沈清风说完，便是带着沈宁准备回府。燕京学宫给你的帖子，盼望你重新回燕京学宫，在今年的公务宴上大展风华。对了，老二跟老四也快回来了，二嫂又怀有身子了，已经4个月了。四哥还是老样子吗？老四这几年都没回家，今年会回京，许是知晓你回家了。四哥与我的酒量不相上下，我倒是要与他好好的喝上一喝。尊上，再抄3000遍。沈将军也要抄吗？这样不大好吧，毕竟来者是客。吹风，本尊早便与你说了，莫要看这些没营养的东西，还趁本座休憩放到了本座这里。追风抬头，一脸的茫然。这不是尊上为了帮那个没有名分的朋友排忧解难，从而让他去集市上搜刮的这些风花雪月的画本子来看的吗？尊上，带着你的画本滚出去。追风只得艳艳地收拾着画本离开了。沈大宗师，你先讲。那些画本当真是追风买来的？彩莲闲暇无事时也喜欢看画本。柳慧如何了？君光族以前作威作福，害死过不少没有家世的外地学生，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将过往的蒙尘之案一并大白于天下。世人已逝，起码也能让受害之人还活在世上的家属拿到一些补偿。柳辉今天就会送去刑部，放大君家的罪。有劳大宗师了。沈将军，大宗师还有交代吗？彩莲喜欢看什么画本啊？近来追风劳累，多给她买些新的画本。彩莲喜欢看江湖类的画本，她总梦想成为一个侠女。大宗师，这段日子谢了，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需要他的地方，好似每时每刻都很需要。纳兰夫人，莫不是阿宁妹妹有话要交代？是小姐让我来的，请夫人你去一趟。小姐让夫人你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去官媒那里。官媒？为何要去官媒那里？大公子的2封休书已经递交给了官媒呢，夫人早点收拾的话，也好趁天还没黑就回纳兰府啊。清风不会对我这般无情的，我要去见清风。让开！你不能休我，不能！
我是你的结发妻子，我无过无错，你凭什么休我？我还为你失去过一个孩子。纳兰晴，魏老先生也跟我去了一趟关梅，作证你压根就没怀孕，我与你从未有过夫妻之事，当年的未婚先孕更是无稽之谈，是你用歪门邪道入我沈家之门。这2年里，你拿了好多钱回纳兰家给你的兄长，沈家有目共睹，也一并详细登账，报入官媒。你私下抹黑我家阿宁，亦有人证物证。当初父母妹妹饶过你，今日我定然不能饶过你。清风，沈某与姑娘不熟，还请自重。沈清风策马扬鞭。小姐回来了，还不去给老爷夫人通报一声？原是小姐回府了，小姐走错门了，被休之妇回娘家得走后门的，而且要子时走才行，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罢了，去后门吧。等到了子时，奈何敲了好久，喊破了嗓子都没有人应答。罢了，等明日吧。天光快亮的时候，府里的婆子终于打开了后门。哎呦，快开门，快去请医师，小姐她病了。那可不行啊，得子时进门呐，不然的话可是会给娘家带来晦气的。胡说八道，还能有什么比人命还重要吗？再不给我们进去，我就去报官，把你们这几年赚的钱全拿出来还给沈家。别喊了，我进去说道一声就是。小姐莫怕，马上就能进去了。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小姑啊！哼，你们也真是的，就让小姑待了这么久，还不快让她进来？我不住这里，现在这座府邸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你就让我住柴房。真当自己还是沈家的夫人呢。哼，晴儿，这有的住就行了，别再挑三拣四的了。顾将军，苏统领，到底出了什么事？君三公子君光祖身边有个女人，叫做柳慧，于今日辰时去刑部递交证词，说你纳兰成等人与君光祖来往密切，还请跟我们去一趟刑部。小姐，顾府和纳兰家都进刑部了。听说纳兰晴回到娘家，竟是隔日上午才能进府。夜深霜寒重，纳兰晴直接就病了，还只能住个柴房，说是晦气。朝人者，人皆朝之。北幽之案已经查清楚了，甄夫人所说的人都是北幽案的主谋。明日午时剔骨执行，由你检查。顾将军，纳兰家的这些人也已经查清楚了，并非主谋，就是贪了些钱财，被君家骗进了解忧楼。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俱都贬为庶民，钱财充公，并且要亲眼目睹剔骨之刑，也算是以儆效尤。小宁啊，这些都由你去做。陈沈宁定不辱命。阿宁，你该称我为将军，我们之间还没有熟络至此。你当真忘了我们往日的温存，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景南，我曾认为你生在寒门，却有凌云志；你身处泥泞，却如鸿鹄欲要登天。我总以为你和常人不一样，你和这天下的男子都不一样。但时隔数年，让我失望的是，你确实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连他们都不如。封侯拜相也好，贩夫走卒也罢，生而为人，纵无青云路，也要古生志，有尊严，而非东摇西摆，比草芥，变心散伙陌路，是人间百态。既已选择了一条新的路，就该往前走下去，哪怕失去了一双腿，跪着爬也得爬到尽头。那你呢？你呢？你让我往前走，你为何又要换个路？你既已选了我，
不难道该爬到尽头去吗？我如今也是在跪着爬了，不是吗？阿宁，沈云呢？沈大宗师呢？你喜爱他吗？我喜爱他，但我不想攀附高枝，也不想把他从高枝拉下。我想站在他的身边，能够与他并肩而行。因而我要专修武道，专注此路。但我的人生不仅仅只有他，我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顾景南，别再回头了，别回头看，更别回头走。铭记少年志，别当个没骨气的人。好，阿宁，祝愿你所遇之良人不会是第二个顾景南。是我不好，终是我负了你。按理来说，这里的房屋也要成功，是沈将军求情给你们留了个容身之地。好好住着吧，活着总比什么都强。景南，无妨，从前能住，如今也能住的。是娘不好，再不好也是娘。固然娘有不好之处，孩儿才是罪魁祸首。沈小姐竟对大宗师情有独钟，佳偶天成啊，这算是。讲道理啊，我要是沈小姐，我也不管那个顾景南，我也要嫁大宗师。王爷17，属下在。过年了吧？去开下王府的钱库，每个人都发点钱。好无聊呀！唉，王爷这是要去何处啊？本王的狗丢了，找狗。找狗？需要焚香沐浴的打扮吗？那可不是普通的狗，是阿宁喜爱的狗。姑姑，给你吃。不要不要，姑姑吃我的。姑姑都吃。姑姑，姑父呢？半年前，他还听爹娘说过，自己的小姑父是个相当厉害的大将军，日后见到了姑父，定然要敬重他。趴在沈宁脚边的大白，忽然兴奋地站起来，喊了一声：“漂亮哥哥，你是我姑父吗？”沈角角，王爷面前不得无礼。孩子还小，不知世事，还请王爷莫怪。姑房，本王很喜欢他。二位王爷来沈府，可是有要事相商？来看看大白，别想用过膳再来。看昔日大白性子不大好，怕他咬人，便直接来了。二位王爷若不嫌弃的话，不如留下来共用晚膳。沈三公盛情难却，本王便带东晋王先行谢过了。王爷真的不是我姑父吗？王爷和姑姑一样，穿红色的好看，好似新婚的夫妇。角角，小孩嘛，天真烂漫，无妨的。角角若喜欢，便就是。好耶！王爷，你就惯着他吧。本王与角角有眼缘。二嫂，你有孕在身，这是专门为你熬制的汤。小七，这是我和你二哥的第3个孩子，来京前商量过了，就由你给他取个名字吧。平安，就叫沈平安；若是女孩，便叫意意，沈意意。好听。姑姑和姑父何时给我们生个妹妹？角角，不可胡闹了啊！爷爷总会是胡闹。姑姑和姑父生的都这么好看，若是生个妹妹，日后定会是娘说的倾国倾城。王爷，啊，今日沈府家宴，诸位难得一叙，不必在意本王。小角角，本王也生得好看，为何不说本王是你的姑父？不啊，姑父就只有一个。东晋王，何必与孩子较真呢？清风，去送送王爷吧。大白忽而喊了一声，看来大白很喜欢沈将军。那就让小七去送送二位王爷好了。安宁，你去吧。是。姑姑，娇娇也要去送姑父。还别说，乍眼看去，你们还真像是一家3口。
若是如此，那便是小王的荣幸。可别，你的别院里美人如云，莫要祸害我们将军了啊！莫听他胡说。谁胡说啦？这一问却把沈宁和燕云彻都给惊住了。须知大宗师的传音入耳，旁人是听不到的。沈皎皎尚未习武，还是个稚童，又怎会听到燕云彻独有的传音入耳呢？沈玉，阿宁在皇上面前亲口说过，绝不嫁人。不嫁人，那招个赘婿不就好了？多大点事？王爷挺好。年幼时被北渊王揍过好几顿，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若为妹夫，总能够压北渊王一头呗。光是想想就喜上眉梢呢。哼，你家小妻厉害着呢，红梅园内和大宗师当众拥抱，你还想要王爷？招一个赘婿是招，2个也是招，多一个又何妨？世上权贵世家的男子妻妾成群的多了去了，我家小妻未尝不可。我在圣上面前许诺过。我知道，成婚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陪在阿宁的身侧。沈将军，三生有幸。双毒可有解药？北渊在锻造解药。双毒并无解药，只能暂时性的遏制，又会阶段性的复发。是皇家那位下的毒吗？沈将军真聪明。别笑了，不好看。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何你要？阿宁是问为何要亲手斩掉母亲的首级，对吗？他缉拿我外祖家600口人，他让我父皇中了毒，一瞬便杀一人。只要我斩掉母亲的首级，就能换来外祖家的安宁。母亲跪地求我杀他。但是母亲中了西域的幻毒，时而疯癫，疯癫起来便会自残。他是清醒的时候求我的，母亲一生没有求过我，只求了这一件事。他将母亲的首级斩掉，由此保全了外祖一家。但是外祖家至今还被元和皇帝关着，他每年都能看到一封外祖父的信，元和皇帝会派人把外祖一家其乐融融的场景画下来给他看。燕云彻，燕云彻微怔，反手围攻，清雪洒落，如雾色蒙蒙。沈将军，打扰了。待到日后外祖一家得到自由，便去相见。沈将军定会喜欢他们。外祖父中了一种南疆的蛊毒，北渊封地那里快找到解药了。皇兄是长兄，他理应做这个位置的，让他做吧。从前燕云彻培养北游势力，一是为了自保，二是为了外祖一家得到自由之后能够护住外祖一家，三是踏破上京城，报那血海深仇。至于暗部，原是想要给沈宁当嫁妆的。然而事到如今，顾虑有所不同。沈家忠良，若有一日兵戎相见，沈家必然死守上京，为元和皇帝战死。母亲死的那一年，他年幼无助，满朝文武如见瘟神，唯有沈国山恭敬地对他行礼，喊一声北渊王。母妃，孩儿带阿宁来看你了。阿宁是你和父皇选中的儿媳，你们泉下有知，定会高兴的。微臣沈宁叩见苏太妃。不必行君臣之礼，沈将军如何看都是可爱的，比大白可爱多了，对吗，母妃？苏太妃，北渊王万世安好，莫要挂念。沈将军说了什么？女人之间的话，岂能说与村上听？燕云彻。燕云彻一愣，旋即低低而笑，拥他入怀。大宗师何不进来坐坐？沈某从右城带来了一些好茶，大宗师定会喜欢。伯父，
佼佼此女，深得吾心。佼佼，不可胡乱喊人。不嘛，就是姑父，生得好看的都是姑父。小姑父，快进来嘛，佼佼给你看狗，好白的狗，刚才和青山小叔叔玩呢。大宗师和北渊王，小七打算让哪个做正房？阿宁打算让大白做正房。大白？沈玉神情僵住。爹，大哥，可是有什么消息？京都府引来消息了，和云霄勇联系的人是三皇子，前军尚书甄少卿、齐国公和三皇子的背后是太子，和西岐蓝鹰皇子勾结的人是太子。太子和三皇子的人想要暗杀掉左膀右臂之一的礼部侍郎，被隐卫和暗部的人共同救下，道出了实情，足以证明太子和三皇子才是北幽屠城和少女失踪案后边的真凶。原是皇家人，一国储君做出此等事，大燕亡了也罢。看来当初把纳兰晴塞进沈府的背后的人也是这位太子殿下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家效忠于太子和皇帝，太子何必要赶尽杀绝啊？不管过去多少年，沈家永远忠于万民和祖训，效忠帝王之家，有万民和祖训作为前提。太子屠北幽之城，害无辜百姓，沈家必不会效忠这样的一个太子。不管怎么做，这件事都该让圣上知晓的。明日一早，小宁便进宫去。小宁啊，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是。好一个储君，好一个三皇子。真没想到这北幽之案牵扯甚广，背后的主谋竟是我皇家的孩子。我大燕皇室有负于战死北幽的孩子呀。小宁啊，依你之见，你觉得如何处理为好？事关一国储君和大燕皇室血脉，臣不可僭越。小宁啊，你是北幽的功臣，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处置吧。这两个畜生万死难辞其咎。沈将军，太子今日得以稀罕宝物，特邀请沈将军共同观看。沈将军，府上的厨娘都是从江南请来的，味道一绝，你尝尝看，是否合您口味？味道不错。阿宁今日进宫，怕是讨论晚上宫午宴的事情吧？三皇子，我今日入宫是因为得到了礼部侍郎给出的证据，说三皇子与太子才是谋害北幽百姓的罪魁祸首。这将军，莫要听信小人谗言，太子和三皇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太子，您觉得礼部侍郎的话可信吗？世间事，信则有，不信则无。沈将军如何认为？臣沈宁斗胆请太子殿下赐臣一死。将军这是何意啊？沈宁于御书房污蔑一国之储君，虽鲜少人知，按照大燕律法却是断头的死罪，故臣想求得一死。小宁一心为了大燕和百姓，情急之下偶乱阵脚是正常之事。若是把你赐死，本宫可还对得起沈燕的先祖？小宁，来，本宫有一礼赠之于你。本宫听闻小宁最喜欢海棠花，这绸面的海棠花与小宁你相得益彰，里头的礼物是赠予你的。沈宁看了过去，只有一个花苞，是否能够盛放于大燕的天地之间，全看皇家的心情。小宁，打开看看。能看到其中躺着一个森白如羊之玉的平安锁。宫午宴时常有皮肉之伤，过去受伤重者危及生命，或是常年卧床不起。本宫预祝
将军平安。幸得太子祝福，沈宁当心无旁贷。太子殿下，臣有一个不情之请。小宁请说。臣想成为下一个大燕战神，臣请殿下护我沈家世代安宁。沈宁想要麒麟军兵权。小宁不妨看看平安锁的背面。沈宁翻转平安锁，入目正是匠人雕刻的麒麟2字。公务宴在即，时间紧迫，这是沈将军休夫后初次的公务宴，定不可马虎。沈将军，去着手准备公务宴的事吧。是人骨做出来的。我知道，是麒麟军的骨头。纳兰晴嫁进沈府的那一天，有一名麒麟军士兵失踪了，在找到的时候，他断了一根手骨，后来这就成了悬案。燕云彻不在，我要他死。好。府尹搜查来的证据，可与你有关？给了点助力，否则以他之势，难查皇家。放心去做，你有后路。好。大燕皇位是什么实力？很强，都是上面那位外祖家训练有素的死士，专门用来保他登帝位清君侧的军队。后来他荣登宝座后，这支皇位就成了大燕第1军队，但不会上战场，而是用来扫荡觊觎龙座的人。我的领地北渊就终日游荡着皇位的身影，他对我从未放心过。元和皇帝早已是大宗师了，他割裂我身，挖走了我的天赋，占为己有。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就到了大宗师，但还无人知晓，只有我知道。燕云彻，谢了。你我之间说谢生分。我知道，但我想谢不止一次的想。皇上，我大燕王朝愿和贵国紫金武堂切磋一二。赵使臣，令父当年20万大军覆没，弃我大燕边关无人，如今却也算是子承父业了。最拿手的便是以多败少，不愧是大燕赵国就一家，闻名列国，怎一个好字了得。沈大宗师息怒，外臣听说沈大宗师闭关多年，此番闭关是为了替大燕的老战神出头。沈将军出过阁，却依旧貌美，大宗师会为沈将军说话也是应当。刚入京时，外臣便听到传闻，大宗师爱慕沈将军。赵使臣所说并非传闻，确有此事。本尊爱慕沈将军。沈将军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能入大宗师的眼，此乃天大之好事。列国史上还未曾有过此等事，大宗师娶女将军。不过沈将军的婚事由他自己定制，大宗师若想与之婚配，还得投其所好，捕获芳心才是啊。家中长辈教导过外臣，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当顶天立地，胸怀大志。四方山野都是男人该去的地方，而非鼠目寸光，死守一隅之地。赵使臣，本尊作为大宗师，从不是好为人师者。近来30佳节，列国使臣、大燕文武俱都在皇室露台。本尊只盼望大燕的战士永不做逃兵，大燕的旗帜永远高扬，而非被践踏到泥泞里。旗帜乃一国之希望之太阳，年轻的战士们乃一国之兜鍪之盔甲。沈家麒麟军神武关、翠微山一战，绝境时，麒麟战士曾言：宁死不做逃兵。堂堂正正赴死之大志，是孬种一样苟且偷生者永世难懂的真言。赵使臣，你说是吗？沈大宗师句句未提赵父，
字字却都是在嘲讽着赵父当年的逃兵之举，让赵维森难以直起脊梁。大宗，神尊，我曾发誓，此生不嫁人，一生报效社稷。将军若不能嫁人，沈某可嫁。沈某愿嫁给将军，与将军成婚。将军若是一家之主，天高海阔任你走，报效社稷，为国为民，婚事不会成为将军的包袱。大宗师，我不想成婚。我这一生是大燕的，我这条命也是大燕的。太子眯起眼睛看向了沈大宗师，若他能够驯服沈宁，沈大宗师也能够为他所用的话，等他称帝，会让大燕成为像雪女城、武帝国那样的存在。阿宁，你岂可辜负大宗师的一番心意？你若是江山的有功之臣，更不能让婚事成为你的负重。我大燕的功臣，既可报效社稷，更可成家，婚姻美满，白头偕老。太子殿下，万万不可！誓言之真不容儿戏，更何况末将是在陛下面前立誓的。儿臣知错，请父皇责罚。错？何错之有啊？太子无错。小宁，朕问你，你可曾对沈大宗师动心？沈宁不曾。小宁，遵循你内心，如太子所说，朕器重你，却也如家中长辈，盼你能得偿所愿，喜结连理。朕再问你，可否对沈大宗师动过心？若是不高兴，但我未说过。今日一时失控喝多了酒，喜爱你的事便情不自禁，恨不得说与天下人听，却是对将军失礼了。将军莫怪，是我不好，让你难做了。爱慕将军的事，何须一纸婚约束缚？若将军一生不肯婚嫁，沈某便一生孑然，不盼别的，就盼奈何桥上能与将军同行一段路，便是不枉人间一趟了。白痴！将军笑了，便是不恼沈某了。皇上，适才所言，沈某想收回。回禀圣上，臣沈宁对大宗师动心了。沈将军，朕未曾听清。末将沈宁喜爱大宗师。好，哈哈哈哈哈哈！既是如此，朕便赐婚于你们二人。除夕佳节，大燕百官、列国使臣俱都在此见证。从今往后，你们便是未婚夫妻，天赐良缘。日后打扰了，未婚妻。好的，未婚夫。沈某恩谢陛下赐婚。臣沈云日后必然夫唱妇随。沈将军说一，便不敢道二。将军指东，就不西行。将军若是保家卫国，策马驰骋疆场，我便为将军披甲衣。将军若看淡一切，我便与将军共赏春华秋月。此生只有被将军休的份。我若说朝三暮四就天打雷劈，过于虚伪。这老天在万丈之外，岂能事事都断个清楚明白？我的所有部下、钱庄，一切都放在你的手上，胜过千千万万的誓言。你可喜欢？喜欢。小宁，你是什么，我便是什么。你若是傲视群雄，俯瞰着满朝文武、金銮殿上的将军，我便也是高高在上的大宗师。你若是桀骜的凡尘贼子，我便也是遗臭万年的史书一笔。故而想做什么便去做，你非孑然一身，有人与你同行。当真？千真万确。父亲，发生何事了？你三哥出事了。他回京之事并未告诉任何人，想给你一个惊喜。
途中被山匪拦截，火烧全堆，尸骨无存。沈宁心口猛颤，蓦地看向了太子。太子举杯，隔空敬向了他，面带微笑，如运筹帷幄，坐镇三军之智者。老三，今日的酒比往日味道更好喝了些。太子心情好，这酒就好喝。小宁，父亲，为父想吃清汤面了。好，恢复好，女儿给你做。多做一份吧，给你三哥做一份。天还没热，路上冷，让他暖暖身子。好。沈老将军，本宫敬你一杯。今日之公午宴，小宁表现优异，战绩出色，当是老将军培养的好。常言虎父无犬女，沈家将门之后，诚不欺吾。殿下，这杯酒，臣代附和。小宁当真是有孝心。大燕遵循孝道，为人子女有孝心乃分内之事。沈宁只做分内之事。小宁，你一回府，沈家儿郎们就都回来了，当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就差沈家三公子沈叔白了。本宫想他定是10万火急，想与妹妹见面。沈宁提枪往前，气势大开，如磅礴的雄鹰载着劲风而降，两眼里的坚定隐忍爆发出肃杀之气。他再踏步几步，来到宴席的正中央。末将沈宁奉陛下之命，彻查北幽之案，缉拿真凶，我朝储君。太子殿下，你可知罪？沈宁疯了！沈宁，你可知你在做什么？臣知晓，臣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请太子殿下和同盟三皇子一并赴死，让我39军战士、2堂学生、北幽城无辜被屠的老弱妇孺，黄泉路上足以瞑目。将军百战死，壮士10年归，白骨露于野，北幽无鸡鸣。你身为我朝的东宫储君，我朝的太子殿下，陛下最器重的儿子，也能做出这等惨绝人寰之事。道道证据，臣早已交给陛下。臣奉陛下之命，要你血债血偿。不可能，这不可能！沈将军，这其中必然有所误会。我儿太子怎能做出那等事情？北幽案已然查明，沈将军如此这般，是何居心？臣奉圣上之命而行，敢问皇后，臣是何居心？皇上，这太子，你太让朕失望了。王侯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身为这天下的太子，应当以仁义为首要，却不想你内里腐烂，经虚其外，竟是个真小人，做出这等荒唐之事。你们可对得起天下百姓，有何颜面去见殷家的列祖列宗？太子殿下深红着眼眸，他知晓父皇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定是沈宁阳奉阴违，把皇家之人都给算计进去了。沈宁啊沈宁，你家三哥的命，你真不想要了吗？三哥，沈叔白。小宁啊，沈叔白可是很想你啊。你猜猜，在他的驻地发现了什么？啊？都是写给你的书信。啊，对了，你那三哥还寻来了一把刀，是打算送给顾景南的，许是送给你们夫妇的新婚之礼，只是送的有点迟了。沈宁啊，叔白他还在等着你。小宁啊，
沈书白，他很想你呢。下一刻，沈宁一枪刺进了他的肩胛骨，长枪拔出，鲜血飞溅，一个呼吸间又朝着太子的另一个肩胛骨刺了进去。接连12枪，枪枪都没有致命，却是断了太子四肢的筋。沈宁，你太子殿下，你坑害我三哥，残杀过麒麟军，多年来罪恶昭彰，罄竹难书。幸得大燕陛下圣明裁断，大公无私。臣沈宁又怎么会让陛下失望？陛下都能为了天下悠悠百姓要亲生之子血债血偿，臣又怎么能为了一个三哥而放过你这等蛇蝎豺狼之心的人？皇上，儿臣不知道，儿臣真的不知道啊！还请皇上饶恕儿臣。阿兄书白，你若亡故，阿宁必会斩掉那群残害你的人，让他们的鲜血来暖你九幽黄泉之路。你若死去，天下之大，八荒六合，四海五湖，我必然走遍山川河流，掘地3尺也要找到你。就算是骨灰，也要带回沈家。父皇，一切都是太子逼迫儿臣，与儿臣无关啊！请父皇饶恕儿臣。太子妃可为儿臣证明，儿臣不愿参与，都是太子所逼。父皇，正如三皇帝所说，太子阴质，虎狼之心，冷血如兽，说是不听从，如何有活路？沈宁，我将沈宁前来复命。沈将军，你做得很好，朕就是要天下人看清楚，王权富贵，任何人违反了大燕的明文律法，都是一视同仁，一并处置，我朝太子也不例外。即刻起，太子、三皇子贬为庶民，大理寺卿刑部督察院共同审查此案，任何与此事相关的人一并处置。朕要让大燕的黎民百姓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过个好年，让这天下万民不对皇室失望。今日公务宴到此为止。来人，把这2个孽畜带下去。朕没有这样毫无人性的儿子。与大燕的江山社稷、安邦定国相比，你们2个算是什么东西？厨房里有温着的醒酒安神汤，马上就给小姐拿来。小姐又喝多了。啊，今日她高兴，留着她喝几口，过过瘾。沈大宗师，妹大不中留。阿宁可是星月沈大宗师？不心悦，不喜欢。当真？当真。既是不喜，那阿宁在偷笑什么？没笑。还说没笑？阿兄，你看，他来娶我了。醒酒汤，醒酒汤，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沈尊，你见过狗吗？像这雪一样白，毛茸茸的，半人高，煞是威风。那狗是北渊王府的，其名为大白，狗模狗样的，像极了那北渊王。不得不说啊，这有其主必有其狗，每日动辄溜到沈家的清幽堂，惯会讨小宁和青山的开心。那狗固然不好，但比起北渊王却较为讨喜。沈尊，你说是吗？老将军听闻沈尊进了府，便将大宗师和几个儿子都喊去了书房。沈老将军。爹，沈大宗师深夜造访，是有话要说要交代吧？你既是小宁的未婚夫，便也是沈家人。作为沈将军的父亲，老朽不会说把他交给你，因为老朽不会把他交给你。他有父亲，有母亲，有兄长，还有整个沈家。但老朽希望他能与你并驾同驱，与你执手去面对未来将要出现的任何困难。老朽了解他的性子，清楚他的为人，他从不是攀龙附凤之流，
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因此，老朽希望他身边的你，也能是同样有气魄、胆识、行君子之风的磊落人。男人英姿挺拔，他沉吟了许久，缓慢地抬起了瘦长匀称的手，摘掉了面具。北渊王，云彻见过老将军，见过诸位。果然是王爷。将军，不可！王爷，你当得起。燕云彻和沈府父兄谈古论今，时间流逝之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武帝王朝的消息是王爷送给小宁的。正是。不一会儿，叩门声响起来。母亲和二嫂的已经送过去了，爹，阿兄，尝尝看。在书房用膳，这只怕不合礼数。无妨。时候不早了，小王也当回去。慢着，还能少了你的不成？阿宁惯会偏心，他那碗看起来更好吃些。老四，很好吃啊。不好吃？好吃。正因好吃，才要慢慢吃，甚至舍不得吃。还有多吃些。还有多少？要多少有多少。五哥，发生何事了？是奔雷宗的沈流年、沈相一伙人。这些人在上京街头结伴而行，不知怎么冲撞了雪女城的队列，沈流年直接中了几掌倒下，沈相、沈虎等人亦被擒住。当年三叔出事救出来的时候，通过奔雷宗的关系帮了一点忙。奔雷宗彼时在江湖上吃得开，欣欣向荣之下，经过三叔的事，导致奔雷宗一蹶不振。奔雷宗因此对上京沈家多有怨言，后来在雪女城吃不开，也是被张继打压。过去看看。敢拦段大师和枯骨大师的马车，你活腻了。沈流年，你真当你奔雷宗是个东西啊？不成器的玩意儿。张大师，孩子年纪小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说了，这大年之喜何必比动怒呢？让几个孩子磕磕头就好了。此人极爱龙阳之好，断袖之事偏生折磨起人来，没个章法。沈天佑，你觉得本座过分了？怎么会呢？那就滚吧。你奔雷宗管不了后生，本座不介意代劳。想要带走他也行，你若能扛下本座10下枯骨掌，本座立刻放了这几个小畜生。我跟你走。长老，不可。请吧，张大师。张继一掌打下，沈天佑口吐鲜血，肋骨都断了一根。张大师，请继续。且慢，沈家沈宁，你就是那个平定北幽城之乱的沈宁，沈国山的女儿。正是。是个人才呀。晚辈沈宁愿代天佑长老承圣下9掌。你确定？不行！你这个小辈怎么一点事都不懂？你这叫僭越都不懂，逞什么能？逞什么强？真把自己当成大英雄了？赶紧滚！这里不需要你。我沈天佑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了你这女娃娃的身上。沈某与诸位手足，愿一并承下张大师的9掌。沈宁，不要！张继大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我带走吧。那便如神虎小公子所言吧。张大师，晚辈自小就听闻枯骨之名，仰慕张大师的武学之道。今日若能与张大师切磋武技，是沈宁之幸。年轻人有胆量。这样吧，沈宁，剩下9道枯骨掌
无需尔等分担之。你沈宁若能扛下我3掌，并且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叫一声，不倒下，本座便放了这神虎。好，张继气沉丹田，直接一掌打向了沈宁。一流武者，是个人物，可惜枯骨掌下也得是个废物了。张继第2掌砸下，沈宁再次后退，鲜血即将从口中吐出来。好一个沈将军，果然叫人刮目相看。第3掌如期而至。小宁，阿姐，请前辈放过神虎。张继给了个眼神，侍卫便把神虎往前一推，直接放开。回去。张继双掌枯骨，挽起了罡风，直接对准了沈宁的脊背。沈宁，小心！一道身影便如流星追月般，锋利的剑直接削断了张继的一只手掌。动神魔的未婚妻，张继，给你脸了。师父，你是个什么东西？可知家师是谁？雪女城枯骨张继，就不怕雪女城兵临城下，要你们上京的人都沦为俘虏奴隶？雪女城便可背后偷袭，滥杀无辜。是他沈宁出言不逊，无礼在先。你恼羞成怒，偷袭我未婚妻合理，那么本尊动你，岂不是更合理了？你未婚妻不过是个……是个什么？沈云，我可是张继。本尊在问你，本尊的未婚妻是个什么？沈大宗师的未婚妻是个好将军。大声点儿，没吃饱吗？我说，沈宁将军是个好将军。打扰了，沈将军。主殿，去请魏老先生。是。沈大宗师，列国大宗师娶妻娶贵女，贵在雪女武帝二者物华天宝山温水软之地。大宗师的妻子若非出身雪女武帝，便要有宗师之境，最低也是半步小宗师。娶一个成婚过的庸才，你当真甘心吗？能娶阿宁是本尊毕生之福，若夫妻情分也要来权衡利弊，未免太过于悲哀。成过婚又如何？他的贵重怎会因一件小事而改变？能入沈将军的眼，在下3生有幸。在本尊眼里，她是世上1等1的将军，顶好的女子。若真如段老所言，婚事和男女之情必须要门当户对，那么在下只怕配不上顶好的沈将军，怕他不要我。沈将军无事，那把沈将军体内的毒素排出，今日之事便是强身健体。强身健体？枯骨掌还能强身健体？这张继还是个好人。沈将军的逆境晋升，阴差阳错之下巩固了自己的脉络和体质。逆境晋升多是走火入魔，没想到对于沈将军来说竟是一件好事。北幽城后，将军的体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枯骨掌多有裨益。不过枯骨掌的毒素必须清除，否则的话不出3年，将军的身体必然垮掉。老朽稍后会给将军写一方清除毒素的方子，还有一套内力心经，将军切记要每日都打一遍，便能继而清除掉余毒。有劳了，老先生。大宗师、阿修、老先生，我能够痊愈的消息暂且不要传出去，先瞒下来。非但如此，还要把我身体糟糕透顶的药石难医的消息传出去。好。阿姐，为何呀？为了见一个故人。劳烦转告一声，在下略知医术，
或许能帮一二。姑娘是叶不语。叶医师如何？沈将军的身体很好，只需逼出余毒即可。那便好，我还以为我要死了。众所周知，沈将军不怕死。生而为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凡俗来凡俗去，哪能不怕死？那你呢，叶医师，你怕死吗？沈将军既然安好无事，便要告知家里人。叶某来时看到沈家诸位忧心忡忡，将军，逼出余毒的方法您当知晓，叶某在此无用武之地，便告辞了。叶医师，沈某有个异姓阿姐，她是我家兄长命定的妻子，却因误会分道扬镳，破镜难重圆。她自小就有很多奇思妙想，不似这个时代的人，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她说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生来平等。她的医术很高明，至少我觉得很高明。总有人践踏她的医术，说她是离经叛道，那等治疗的方法与先辈留下来的截然不同。她说打破陈规才能进步。人的初衷会改变，离经叛道不容于世，便会挫败与之同流，成为最不想成为的俗人。若有幸能再见那位故人，沈某想对他说，沈家很想他。以身入局，逼我出身，是为何？无他，想见你了，只想你安然便好。今日之事并无纰漏，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还是你，倾城阿姐还是倾城阿姐。天色不早了，我该回了。不走正门的大宗师可不是好大宗师，知道的是大宗师，不知道的怕还以为是六门撬锁的惯犯。这不是为了沈将军的清誉着想吗？大宗师这般，我就有所谓的清誉了。那小王回去了？回来。好的，刚送来的，对清除枯骨掌余毒有效果。段大宗师的女儿是宗师之境，还是雪女城10大统领之一。你知道，看来你很关注。我没有，是追风说的。你不关注，追风为何要与你说？他向来八卦，东家长西家短。阿宁若不喜欢，我便让他日后少关注些。我错了。错哪儿了？治下不严。哦。哎呀，错在没管好自己的耳朵。阿宁生气了？不生气。伤毒如何了？好多了。把这药水喝了，不喝我就喂给大白了。我的余毒已清，彩莲现在还在熬药汤，与你的双毒相比算不得什么。你若真想对我好，便要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再来护我，而不是放弃掉自己的药，任由自己的双毒弥漫，把身体熬坏了。看我愧疚自责，你便能高兴了。时辰不早，我回去了。燕云彻，大白喜欢你，别走了，留下吧。我不在，大白确实睡不着。睡这儿吧。好。燕云彻，怎么了？你有点烫。我量一下。浑身滚烫的男子立刻用内力遏制住自己的炽热。更烫了。阿宁。睡了。若是沈老战神年轻之时，或许有一战之力。胡闹！沈老战神年迈，当在京都安享晚年，岂可再去冲锋陷阵？陛下，战神虽然年迈，
但宝刀未老，就算战神年迈，不还有战神的女儿吗？战神长子镇守西北多年，沈将军巾帼之风，从北幽到露台，可见神府家风，战神之气。沈清，你如何看？末将沈宁斗胆自荐，愿前往玄月关。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呀？你就去过一次北幽战场，你才20来岁，你群差女流之辈，你根本不懂行军作战，不懂两国交战，拿什么去赢？皇上，末将陈禄章愿前往边关。皇上，末将也愿意。沈宁将军年轻有为，颇具新战神之风。沈宁，从现在开始，你是此次领兵玄月关的兵马大元帅，你携东境10万兵和镇南军前往玄月关。陈禄章、周永顺，你们2位就辅佐沈宁吧，万事以沈宁为主。末将沈宁愿立下军令状，若不守下玄月关，定提头来见。沈将军，军令状一旦立下，不可更改。此战关系你一人之生死，若不能守下玄月关，便不可讲情理，必要按照军法处置。你当真想？末将沈宁得天子青眼，上天垂怜，诸天神佛厚爱，当以此躯守家卫国，方不负这一份运。好，不愧是朕的好将军，神老战神的好女儿，便由你当朝写下军令状，放在城街前，鼓舞人心，让上京的百姓们看看你的一番凌云死志。皇上，此次北部战事还需要一个军师，微臣这里有一个人选。有劳方丞相了，但是不必了。沈宁已有最好的人选。敢问沈将军是何人？我朝宗师李衡阳。阿宁，过去的3年，我时常在想，未来会不会有一日，你陪我一同登高赏月。我忍不住想，但我知晓是不可能的。但我不曾想到，这一天这么漫长，又这么快到来了。阿宁，你已是我的未婚妻了。阿宁，我曾给顾景南下药了，让他不娶。阿宁，抱歉，是我不好。你想考验顾景南？那若是考验你，让你一生如此，你可愿？愿意。能陪伴阿宁左右，足矣。燕云彻，你愈发胆小了。人性使然，得到了总怕失去。不要陪我去北疆。查清当年皇上谋害你和兰贵妃一家之事，这些事的真相你或许知晓，但证据还不够，去查出来证据。阿宁此意是？不如让这江山换新主。北幽城之事事关太子，圣上想要瞒下，沈家功高盖主，但这些年的安定有大半是沈家的功劳。北疆之事，圣上仍旧沉浸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看不到半点民生艰苦，战火连天，硝烟弥漫，对于布衣前手来说是何等的绝望。天下兴亡，百姓皆苦，圣心况且如此，何谈乱世？好，阿宁想做什么便去做，我与阿宁一道。若能同道，夫复何求？阿宁，平安归来，活着回来。好，王爷很好，何须小心翼翼？昨日之日如流水，既已错过便错过，世道皆如此，哪能事事随人心愿？既是执子之手，
若一心一意，自是要与子偕老。王爷是我如今的心上人，堂堂大宗师，上京北渊王，无需患得患失。是王爷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的感情？我自是信阿宁的。沈将军，好久不见。九皇子。沈将军总是要聪明一些。九皇子有何请示，但说无妨。沈将军是豁达通透之人，我也不与你绕圈子，自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才不负沈将军今夜前来。我想送父皇、母妃去地狱。九皇子，可否给我一个理由？兰贵妃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是她偷来的孩子。九皇子的生身母亲可是梅妃？是。梅妃和抚养我多年的兰贵妃当时一同为妃，情同姐妹，怀孕的时日都差不了很多。一时兰妃后期胎相不稳，估计保不住胎儿，就把主意打到了梅妃的身上。她用毒辣的计策稳固胎相，就为了等到和梅妃同一日临盆，她把2个孩子换了。她的死胎到了梅妃的寝宫，兰妃为了除掉我的生身母亲，故意虐待那个死胎，使得死胎不祥，梅妃成为了妖妃。父皇便废除了她的妃位，打入了冷宫。冷宫使子，让她被削为人质，也是为了冲去冷宫梅妃的晦气，才特封兰妃为贵妃。她也因此彻底疯癫，她发了疯为自己辩解，谁又会听一个废妃的话？父皇嫌她碍眼，使她成为人质，那人质泡酒至今还在。沈宁，我在有着杀母之仇的女人面前尽孝了10几载，我好恨，好恨呐！九皇子，沈某冒昧地问一句，是何人告知你梅妃为你生身母亲之事？而你又是如何得知仙药禁地泡酒人质就是梅妃？又有何证据能够让你这般确信不疑呢？是他，是武皇兄告诉我的。大宗师的棋路自成一派，颇具灵气，是不可多得的棋手啊。沈老将军说笑了，小王棋艺不佳，多是无赖之术，哪能在沈老将军面前班门弄斧啊？下棋之道需要静心，且纵观全局，未雨绸缪，方才能够运筹帷幄。老将军所言甚是。沈尊可有称王之心啊？老将军，小王并无称王之心。小王苟活多年，山野习武，筹谋暗部，并非是为了大燕的王位，只是为了母亲能够名目久全，外走一家含冤昭雪。小王只盼大燕安定，此乃父皇先前所愿。公主殿下，沈将军，以我患难之情，不必行这些虚礼。天眷我燕月里，让我遇沈宁。能与公主殿下一道，亦是沈宁之幸。将军，昨夜过后，可有闻聘姬司臣？公主此话何意？恕沈宁不知。一个尽职尽责、为国为民的中将，却在鏖战敌国、斡旋朝野时，还要忐忑揣军心，该是何等的失望！见上位者不谋其政，心思歹毒如蛇蝎，人分3、6、9等，官权有高低贵贱，见识到了血淋淋的真相，该是何等的痛苦！又怎能始终如一，匍匐的叩拜不仁不义、不道德的君主？九公主今朝袒露心扉，说与我听，也是想拉拢沈家。不，沈将军，你误会了，我和武皇兄不一样。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甘心于深宫，我也不只是想当一个公主。我即便能够看透时局，混乱之中有锋利的心，但我却只有病躯和四四方方出不去的宫殿。
我就算读万卷书，也不能走万里路。将军，我是想说，如有必要，你可以考虑我。我希望能在你考虑的范畴内，若是可以，我愿倾我之力相助将军。月离想行万里之路，也想扶摇青云，哪怕我只有区区病躯，并没有强硕健壮的身体，没有高楼大厦的依靠，但我还是想。月离公主心在山河，此乃万民之福。若我身怀歹心，为达目的害人害己，请将军诛我于九泉之下；若我怀才有仁慈之心，请将军助我登临帝位。好。神府大势已去，不足为惧。北行之军出去好一段日程了，东境那边该有动静了吧？只有这一战结束就好了，也是时候让他出现了。陛下说的是沈家老六沈凤仪。是才那女子，她叫罗刹，是段云云和宫中那位的人，从小培养的死士杀手。说他是罗顾叔叔一家的人，而我们父亲是害了罗顾叔叔的杀人凶手，培养着他来报仇。那他是？他的左肩有蔷薇花胎记。二哥他不是旁人的，他不叫罗刹，他何该叫沈凤仪的？小六，小七，这是真的吗？他还没死，他就是凤仪。是真的，二哥，你快去护好他。好，我这就护着。对了，二哥，你切记着，莫要吓到六姐姐。知道了，二哥不是小孩，知道的。沙沙踏地的声音响起来，走来了一道身影。沈将军，好久不见呢。三哥。小七，阿兄没死。脏，我身上脏。我们小七不脏，阿兄这不是回来了，都是当大将军的人了，怎么还耍小孩脾气了？直接就哭出来了。不哭，阿兄在呢。三哥，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想回京过年，但细细琢磨着北幽城的事，总觉得京都不太平，便防备了一手，由此让我逃出升天。估计杀我的人觉得不好交差，明明没死，故意说我死了。后来被追杀时，是外祖郑家救下了我，我这才知道母亲和外祖家并不算断绝了关系。不算断绝？外祖父有先见之明，担心皇权生变，就留了个心眼，若有朝一日出了事，还有郑家这步棋。郑家有安插人在大燕，外祖父走后，小舅舅在郑家掌权。小舅母察觉到段家不对劲，顺藤摸瓜，细枝末节找清楚，就带人来东晋了。恰逢二哥沈玉来拜访，两相合计，达成共识，与奔雷宗一道来东晋。人多点总归是好的，但没想到段家的人阻拦了很久，终是来晚了些。好在你们及时转道，来了东晋。你没有杀了我，我为何要杀你？我沈宁再是狼心狗肺，也不会杀死我嫡亲的姐姐。阿姐，你还没明白吗？你是沈家六姑娘沈凤仪，凤仪天下之凤仪。你出生那日是先皇亲自赐的凤仪二字。罗顾叔叔和父亲情同手足，神武关翠微山一战死伤无数，罗顾叔叔为护生民死在了这一战。父亲不爱恤民，若战神之名能换来昔日战友的生命，他情愿不做这战神，不要那圣名。若父亲真是这等人，3年前又为何会交出麒麟军兵权？他自知当今圣上疑心深重，而沈家功高震主，麒麟意志比皇权还高，这是皇室所不能容忍的。故而3年前他交出兵权，因他宅心忠厚啊，阿姐。大有北燕城被屠一案，罪魁祸首就是当今圣上和学女城段家段千素。阿姐，他早就勾结了段千素，他要我们骨肉相残，把你培养成如今模样，就是为了让沈家的女儿来弑父弑母。东晋城若是沦落到段云云的手上，之后
你们是准备去京都的。皇上和段千素一旦图谋成功，你在京都，他会让你屠沈家满门，到最后才会说出这个真相。他要我们沈家痛苦。我吃掉了我的小猫。皇上逼着他的阿姐吃了他的猫，这是何等歹毒的心思。我不想吃。阿姐，我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阿姐别怕，二哥沈玉和三哥沈书白，还有小舅母和表哥表姐都在，你愿意见他们吗？沈凤仪犹豫了少顷，点头。那好，我先让二哥三哥过来，晚些时候再让小舅母过来。阿姐，你别担心，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舅母。沈家这是要忤逆陛下吗？麒麟君乃大燕之君，何时成了你沈家的私君？倒是有意思的很呐，不愧是我们大燕的战神，倒是比我朝的天子还要威风。老臣不知帝后今夜降临，是为何事？还请陛下明示。放肆！见到本宫与皇上，还不速速下跪行礼？沈国山，你是要反了不成？沈家祖训就是让尔等这般行君臣之道的。楚皇后，老臣执掌烈火朱雀双刀，镇守宇内，多年伤病缠身。根据我朝律令，见到帝后有病在身不行礼也是理所当然。皇后说这话便是言过了。麒麟君也好，沈家也罢，都是为了大燕的子民，多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皇后的反，沈家担当不起。沈老战神所言极是，皇后今日之话有失偏颇。沈老兄，皇上今日前来是调查北幽城案的事。北幽城不是早就结案了吗？按理来讲是这样，但找到了几个关乎此案的关键人物。当初沈将军带着人去北幽城，有39军和紫荆、燕京两堂的学生，李长月这些人找到办法进宫面圣，说是北幽之案是沈宁和沈家联合叛军自导自演的屠城。一派胡言！沈家勾结军尚书，原不成之流，屠北幽百姓，罪该万死。沈家忠君爱民，世代忠良，是大燕群将之首要，是麒麟意志传承之关键。沈家世世代代为了大燕，沈老战神一身伤痕护我王朝，若不是沈宁，东京只怕早已为他人之地了。周爱卿是在质疑朕？老臣怎敢？我愿以这条命为沈家担保，北幽城的事绝对和沈家无关。别说北幽城之事，只要是这世间作恶之事，沈家沾染一丝一毫，无缘共赴黄泉。全杀了！皇上，你昏聩无能，做尽恶毒之事，你不配为大燕的95之尊。这江山哪还由得你来做？你原就是不配，找死！燕云彻一掌直接与元和皇帝碰上，发出了轰然之声。是你，皇兄，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这云彻，你骗朕骗得可真深呐！皇兄待我，又何尝不是如蛇蝎呢？臣弟为求自保，为何不可？皇兄步步紧逼，害己害人，自该以死来谢罪。朕是天子，谁敢杀朕？朕是大燕的天子。本将敢！沈宁，我沈家刀法诛的就是昏君，有何不敢？你若无能德不配位，就该滚下去。不过是仙药堆积10人鲜血强行提起的大宗师，真把自己当成了东西了。本将沈宁顺应天命祖训，执大燕朱雀刀，精斩昏君，拼北幽之魂，东晋之血，江山当易主，还我大燕之安定。大燕有事，因随本将诛昏君。阿彻，
你我手足该有一战。沈宁，你还不配与我动手，你也不配拿起朱雀刀。沈宁冷笑一声，勾起唇角便往前冲过去。沈宁双手握刀，面朝对方，一刀斩下了元和皇帝的左臂。燕云彻执剑在其背后刺进了元和皇帝的肩胛骨，内力劲道封住了元和皇帝的穴位，堵住了大宗师的内力。你觉得你还能逃掉吗？作恶多端，罪行罄竹难书，你真该死啊！身居高位不谋其政，你有何颜面存活于世？哼！沈宁，你以为你赢了吗？燕云彻身中双毒，已经是个废人了。你想帮扶他称帝，只怕难以服众。你想当着大燕的皇后，绝无可能。你既然是燕云彻的未婚妻，那你应该知道，他的外祖一家都在朕的手中，都已身中剧毒。你们胆敢对朕做什么，外祖苏家全部死绝。先皇遗诏由我选帝，但你猜错了，云彻不称帝。你想称帝？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怎么敢的？我无称帝之才，便不会强行称帝。我和你不一样。那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是大燕第一位女帝便可。至于你所说的云彻外祖苏家，那你就有所不知了。他们并未中毒，只是假象。麒麟军已经带着人去救下他们了。不可能！魏老先生萧家萧玉已经出发去玄女城了，郑家会揭露萧父城主的真面目。你以为魏老先生当真会帮你做所有事吗？他对苏家有所留情，对待云彻同样留情。双毒可解，我便是他的解药。燕仲恒，你机关算尽，不过竹篮打水。你得到了什么？你又失去了什么？你自以为是布局人，殊不知自己也是魏老先生和萧父城主的一枚棋子。你笑棋子可怜，而你同样可怜，却不值得人去同情。沈宁，你骗朕！你骗朕！时至今日，你觉得你值得我去欺骗吗？燕仲恒，你固执极端，以此来害人。你以为先帝心里未曾有过你吗？家父让我带给你一句话，当初司天台说你是妖星，就是被先皇将此事给封锁了。非但如此，他还一点都不记得你。是，他偏爱云彻。试问一句，这样的你值得他偏爱吗？仅存的一丝好，也要因为你的作恶多端而烟消云散。试问先皇对你再不好，也冷不了你，饿不着你，时常看你。而你呢？囚禁先皇这么多年，他一朝天子，过得猪狗都不如。你逼云彻弑母，你禁锢他外祖家，你毁他天赋，他这些年过得甚至不如你当年好。云彻他可有对这众生做出过伤天害理的事？他没有，因为他是燕云彻，而你是燕仲恒，这就是最大的差距。他的好是你快马加鞭，穷极一生都追赶不上的，活该你落得这么个下场。九皇子燕长林以密室酒坛的人质，指证你残害梅妃，锻造仙药，荼毒苍生。你既喜欢极刑，喜欢剥夺人自由，那么你也断了四肢，在这牢房终老吧。阿宁，父皇没了。先皇去找他的父皇了，要进去看看吗？强弩之末，该死的人不必多看。我们回家。好，回家。请大燕九公主燕月离登临玉座，治理江山，成为一代明君，不愧大燕子民所望。京都上下一心，大燕自当海清河晏之安定。诸臣跪迎女帝。陛
1叩首，2叩首，3叩首。而在他继位的半个月，封沈宁为大燕的新战神，叶倾城代替方文轩，成为了当朝丞相之一。倾城阿姐，你还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吗？找不到了，回不去了。但是找到家的方向了。新政之下，无限趋近于我那个时代。固然不能一步到位，但一代又一代的人，终究能够垒出高楼大厦。小宁，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科技文明的进步，才是我们真正的未来。有生之年看不到，但我们的后世定能璀璨光华。倾城，天冷了要加衣。金风，我想回沈家了。好，回去。燕云彻，今晚月色真美。我的意思是，我爱你。